一瓶矿泉水1个亿，邻居们却都抢着要，一桶泡面当彩礼，女神们全都跪着求。只因全球黑雾降临，地球上99%的动植物都产生变异，而水资源和食物也被全面污染，吃下必死。就在昔日女神和校草们被困宿舍3天饿久顿时，我却在房间吃着牛排喝着红酒。原来沈毅在末世降临后觉醒了无限物资系统，每收留一位符合系统评分的女神，就能解锁一种全新的物资，并且获得的物资还会以秒为单位不断分裂存放在一空间内。而为了进一步的解锁新物资，当即沈毅就在山城大学群聊中发布了一条招聘广告：末日无情人有情，收留缺吃缺喝的女生，我这儿有未开封的瓶装矿泉水，保证没被污染，只要你长得漂亮身材好，私聊联系我吃喝管够。沈毅的消息刚发出就遭到了全校同学的问候，什么臭屌丝、猥琐男、物化女性之类的词语层出不穷，甚至最后沈毅还直接被踢出了群聊。而沈毅看到这一幕却是毫不在意，直接切换小号在群里继续搜索猎物。突然沈毅楼下传来一道极其凄厉的惨叫：救命啊！救命！谁来救救我！沈毅也是被这道声音吓得一激灵，连忙冲到窗口向下望去，只见此刻一名男生正死死地抓住阳台边缘，而他却满脸惊恐地看向宿舍屋内。下侧沈毅只见一盆类似仙人掌的植物冲了，打出一根倒刺，瞬间就将男生的整个身体洞穿，接着他整个人就失去力量摔进了下方黑雾中。我操，这是什么鬼东西！看到此景的沈毅同样震惊，飞速将窗户关闭，回到了床上。与此同时，外面的尖叫声不绝于耳，有从男生宿舍传出来的，也有从女生宿舍传来。沈毅第一时间赶紧翻看群聊，果然有目击者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据此人讲述，刚才居然是一朵长着血盆巨口的变异仙人掌在吃人，甚至他还拍下了现场视频。就在沈毅要退出群聊找些武器防身时，突然体育系的赵涛发送了一条视频，视频中一个身材魁梧的男生竟手握雷电，瞬间将面前的塑料凳洞穿为2半。这条视频无疑又让大学群聊中炸开了锅，可赵涛却装叉的淡淡回复了句不是特效，同时他又发布了一条证明自己的视频，顿时让不少男生女生秒变跟班迷妹加微信求保护。沈毅看到这里自然也是羡慕极了，因为自己虽说现在有充足的物资，但在末世中没有自保能力的我，岂不是早晚会成为别人的粮仓？伴随着时间流逝，1天过去，沈毅的微信上果然有女生来求助，但可惜这些女生里面都是照片，没有一个能符合系统的标准。转眼来到黑雾降临的第5天，原本提倡互帮互助的校友也都因为物资紧缺和没有救援而陷入绝望。喂，那边的男同学能听到不？这时一道好听的女声传来，让沈毅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他打开窗户一看，喊话的居然是隔壁女生宿舍，并且这个女生还是他们系的系花徐婉婷。检测到符合系统标准的女神，开始扫描详细信息：姓名徐婉婷，年龄20岁，容貌89分，身材95分，内在100分，一张白纸，总分95分。收留后可解锁一项随机物资。系统的突然响起让沈毅不禁一喜，因为这几天里徐婉婷是第一个符合标准的。喂，沈毅，你那里有没有水啊？有矿泉水。沈毅，我已经几个小时没喝水了，你能不能把那瓶矿泉水扔过来，让我喝点？我给你钱，1000块怎么样？不，我不要钱。那你要什么？1000块已经不少了，就算现在水很珍贵，你也不能狮子大开口啊！好好想想。1000块都够你小半个月兼职了吧？在徐婉婷看来，国家一定会组织营救，1000块买瓶水自己已经亏大。别废话，想喝水就来男生宿舍，只要你过来，我就给你水喝。等末日了，钱还有个屁用？擦屁股都嫌太硬。什么？你做梦？以为1瓶水就能让本小姐现身？你把本小姐当什么啊？我不骗人，只要你过来，水管够。沈毅说着，将手中的矿泉水拧开，咕噜咕噜灌了一大口，而后剩下的大半瓶直接就从窗口倒了出去。徐婉婷看到这一幕，顿时瞪大了眼睛。你怎么能这样浪费水啊？就算你有再多矿泉水，这时候你也不能浪费啊！而且你宁愿倒了都不给我喝，你是不是有病啊？记住，我在606宿舍，想喝水就自己过来，不然拉倒。虽然沈毅很想解锁新的物资，但是他不可能冒险去女生宿舍的，鬼知道楼下的黑雾里还有没有类似变异仙人掌之类的怪物。混蛋！徐婉婷气得直跺脚，果然是个没教养的穷屌丝。徐婉婷也尝试联系过家人，但父亲和母亲都在国外，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根本联系不上，报警也提示占线。很快又是几个小时过去，天色渐晚，此刻沈毅正在与新家的妹子聊天，一条微信消息突然弹了出来：沈毅，你手上是不是有水？给我送瓶水过来，我在教学楼8楼宿。傻逼东西，滚！沈毅骂完直接删除好友。马到末日之前就被这群傻逼舍友欺负，现在末日了，谁还忍气吞声？也不知道奶奶和小妹今天怎么样啊？随即沈毅再次拨打奶奶电话。昨天通电话时，奶奶和小妹正躲在地窖里，因为农村的地窖通常会存放很多粮食和菜，所以倒不愁吃喝。只是奶奶和小妹也不敢离开地窖，好像说是邻居家的狗在吃人，很可怕。沈毅猜测大概可能是动物也变异，否则家养的狗绝不可能吃主人。与此同时，教学楼8楼的一间教室里，金瑞看着沈毅发过来的消息，气得差点就砸手机了。马德，沈毅这个狗逼居然敢骂我，你等老子回宿舍弄不死你！金哥别生气，犯不着和这个傻逼生气。沈毅不就是有几瓶水吗？还真以为末日永不结束，等末日结束咱们再教训他，让他跪着和金哥道歉。转眼天色渐亮，徐婉婷这边她又撑了一夜，因为太缺水，她连尿都尿不出来，嘴里的唾液也都不怎么分泌。要是再这样渴下去，不等救援和父母到来，徐婉婷知道自己要先渴死。此时她看向对面男生宿舍楼，
透过窗户隐约还能看到沈一在喝水，所以他放低姿态站在窗户旁，想求沈一给自己扔一瓶水过来。但叫了半天，沈一压根没搭理他。此刻徐婉婷有些绝望了，于是一番深深的纠结后，徐婉婷最终还是决定去男生宿舍。接上集，徐婉婷为了不被渴死，打算前往沈一的宿舍求水后，他就将剩余不多的零食全部装进背包，又带了一把防身的匕首别在身后，然后趁着天刚亮一些前往了男生宿舍。两个宿舍之间虽然距离不远，但如今外面黑雾弥漫，危机四伏，所以徐婉婷这一路走得格外小心。忽然，黑雾中一条体型巨大的怪物拦在了徐婉婷面前，将徐婉婷吓得连忙捂住嘴，尽量让自己不发出任何声音。但还好那条变异土狗仅是用眼球扫了下徐婉婷，然后就叼起地上的一具残破的尸体，转身走进了黑雾。片刻后见黑雾中再没声音，随即徐婉婷连忙跑进了沈一所在的宿舍楼。不多时，606宿舍的房门就被敲响。沈一看了眼徐婉婷发来的消息，谨慎的从猫眼确定无误后，才打开房门，一把将徐婉婷拽了进来。别动！沈一将徐婉婷重重压在墙上，一只手牢牢将她的双臂固定在头顶。你干嘛？放开我！快放开我！徐婉婷吓了一跳，下意识的挣扎，但本就柔弱的她又长时间没喝水，已经有些脱力了，根本挣不脱。我说了别这么动。然后沈一伸出手摸向徐婉婷的身体。混蛋，你这样是犯法的，你别乱摸啊！感受着沈一的手伸进自己衣服，徐婉婷脸色一红，更加用力挣扎起来。沈一不管徐婉婷的挣扎，而是一通仔细搜身后搜出来一把折叠水果刀。包给我！沈一依旧强行控制着徐婉婷，看向她背后的书包。你想干嘛？徐婉婷护着包并不愿意给，包里还有她省吃俭用的零食，要是被拿走自己也活不久。放开我！你这个臭屌丝，快放开我，否则别怪我报警！沈一也不管徐婉婷如何挣扎，下课就强行将她的包取了下来，拉开拉链将里面的东西全部倒了出来，倒了一地。沈一用脚翻看着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藏着什么能威胁自己的尖锐武器，这才松开了徐婉婷。混蛋，臭屌丝！别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跟我装什么？还想打老子？要是不愿意就滚出去，我可不想收个白眼狼。你居然敢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既然你不愿意妥协，那就滚出去。沈一不管徐婉婷什么表情什么心理变化，直接将她推出了宿舍，顺带将她的零食和背包都扔了出去，然后反锁宿舍门。既然徐婉婷不愿意，他也不强求，否则留着一个定时炸弹在身边，晚上睡觉都睡不安稳。沈一，你开门，你快开门！徐婉婷看着漆黑的楼道，怒火一下子就消散了，大脑也清醒过来，连忙拍起门。这时候被赶出来，她没地方可去，要是回女生宿舍再遇到那只吃人的变异犬，徐婉婷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安然无恙。沈一，你开门，我错了，你快开门让我进去。别这么叫了，你要想进来那就先想清楚，如果你不愿意妥协，那就滚回去。要是把怪物引来，第一个吃的也是你。一听这话，徐婉婷更害怕了。我愿意的，你开门，快开门，让我进去。我真的知道错了。沈一没有开门，而是先让他在外面冷静冷静。末日不比平时，如果是正常社会耍耍小性子，顶多被人讨厌，但末日里耍性子会死人，所以必须让徐婉婷听话，否则沈一宁愿不解锁物资，也不收留这个腿长无脑的女人。开门，开门啊！沈一，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让我进去，我好害怕。徐婉婷吓哭了。就在徐婉婷即将崩溃的时候，沈一打开了门，让她进到了宿舍，顺带沈一也将地上的零食和背包都捡了进来。片刻后，沈一看向正坐在床上低声抽泣的徐婉婷，也没安慰的意思。如果连这点坎都过不来，那她注定活不久。这可是末日。那个，能不能给我瓶水？沈一看了眼哭肿眼睛的徐婉婷，这才略微满意，于是随手扔过去了一瓶矿泉水。你先刷个牙吧。沈一走近过来，看着徐婉婷的唇。徐婉婷也明白了沈一的意思，不由脸色一红。可她看着桌上仅剩的2瓶矿泉水，犹豫了。就剩2瓶水了，我们是不是要省着点？没事，你尽管喝。我说了，水管够。沈一说着，随手一抬，掌中凭空出现了2瓶矿泉水。这也是超能力？徐婉婷震惊看着沈一凭空变出的水。跟你理解的差不多。我的超能力是能变出食物和水，所以你跟了我，只要乖乖听话，以后就不用愁吃喝。沈一知道，只有用大棒加上甜枣，才能彻底拴住这个高傲的女人。居然还有这种超能力，好厉害！你应该明白我这个超能力有多重要，所以没有我的允许，不要把我的能力告诉任何人，明白吗？如果我死了，超能力也就失效了。我明白，我不可能告诉其他人的，哪怕是我爸妈也不会。那我先去刷牙漱口。徐婉婷说着，脸色微红，她已经明白刷完牙后要发生什么事了。在沈一收留徐婉婷进宿舍一夜良宵过后，他就成功解锁了第2种物资——新鲜出炉的烧鸡。此时全身舒爽的沈一听到系统解锁的奖励，眼前一亮，这下吃的也有了，而且还是肉食，爽了！并且系统空间内时间和空间都是静止的，也就是说根本不用担心食物腐烂的问题。当即沈一就从空间里取出一只烧鸡准备开吃，顿时烧鸡的香味飘满整个宿舍，让正因为伤口而满脸痛楚的徐婉婷都不禁看了过来。看到金黄的整只烧鸡，她当场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这就是沈一的超能力吗？好厉害，居然还能变出鸡肉，而且还冒着热气，这超能力也太神奇了吧！吃不吃？沈一撕了一条冒着热气的鸡腿递给徐婉婷。谢谢。徐婉婷连忙坐了起来，她这几天一直吃的都是零食，而且还没吃饱，也很想念熟食的味道。好香啊，这个味道一点也不比我在5星级酒店吃的差。至于为什么只给徐婉婷一条鸡腿，倒不是沈一小气舍不得，而是他深刻明白人不能喂得太饱，尤其是徐婉婷才刚妥协不久，要是沈一大吃大喝的伺候她不限量的供应物资，那这女人指不定又会想入非非。徐婉婷吃完鸡腿后显然还很饿，于是她眼巴巴地看着沈一手里没吃干净的果。你要是想吃那就吃吧。谢谢。
得到命令，徐婉婷当即上前接过骨头，拿起一点点咬碎啃了起来。以往徐婉婷这种大小姐，别说是吃别人啃过的骨头，就算是别人只夹过一筷子的菜，她都会嫌弃。但现在真香！沈毅见状笑了笑，随即美美的伸了个懒腰，吃饱喝足真爽。果然还是要不停解锁新物资，才能在末日过上享受的生活。想到这里，沈毅看了眼一排排的好友申请，直接挨个开始推。虽然这样的行为无异于大海捞针，但哪怕100个人甚至1000个人里出一个符合系统标准的，那也够了。反正自己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广撒网。随后沈毅一边摸着徐婉婷的长腿，一边回复着刚加自己的好友消息。突然体育系的马天明给沈毅发来了一条消息：沈毅，我知道怎么获取异能，但条件是你要给我食物和水。沈毅质疑问道：我可以给你水和食物，但你怎么确保你说的是真的？我和赵涛同一个宿舍，他获得异能的全过程我都看到了，我可以保证是真的。但是你要先给我水和吃的，我才能告诉你如何获得异能。此时沈毅表情凝重，如果这个马天明没有骗自己，那从他的话里似乎可以证明异能并非自然觉醒，而是通过一些手段或者什么东西获得的。如果真是这样，那证明自己也有机会获得异能。只要有了异能，再加上自己的无限物资系统，那这末日不就成了减一难度？压下心中激动，沈毅思考着，然后拿出几瓶矿泉水，拍了个照片给马天明发去消息：我这有没开封的矿泉水，绝对无污染，只要你的消息准确，这3瓶水都给你。与此同时，另一边，一个身材壮硕的青年看着矿泉水的照片，咽了咽口水。马天明很快回复：那我们怎么交易？我必须先拿到水，才能告诉你获得异能的方法，不然我说了你万一反悔怎么办？为了证明我说的话的真实性，给你看张照片，不穿衣服的就是赵涛，你应该看过他之前发的视频，能认出来。另一个是我，这张照片能证明我和他是舍友，而且我们关系很铁，我不可能骗。沈毅看着马天明的消息若有所思，他对马天明的消息持有很大的怀疑态度。如果马天明真的知道如何获得异能，为什么他自己不先去获得？除非这个方法很难，或者他就是在骗人。但哪怕推测出马天明有50%以上的可能在骗自己，沈毅也不得不去尝试一下。毕竟在这末日能不能活下去，异能肯定很重要。思索片刻，沈毅回复过去：如果我没看错，你们这是在体育馆里，体育馆距离我不远，我们一人走一半路程到男生宿舍楼外的花园处交易，到时候我给你水，你告诉我方法。你说的这个方法虽然很合理，但风险太大了。那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送水过去？那就算了，你怕危险，我特么也怕。别兄弟，我还有个方法。你在宿舍楼对吧？你能不能去我的宿舍？我宿舍里有无人机，而且是高续航的那种，你可以把水挂在无人机上面，我们2个都不用冒险就能完成交易。你宿舍在几楼？5楼509，宿舍里没人可能需要你撬门。沈毅略微思考，这个方法的确可以。他本来提出的那个方法是想让徐婉婷下楼去交易，自己不露面，这样就算出事他也不怕。但如果有无人机的话，倒也不用让徐婉婷冒险了，毕竟现在的徐婉婷还是很听话的。想了想，沈毅回复了马天明一句：等我拿到无人机再联系。兄弟记得尽快啊，我已经20几个小时没喝水了，渴得不行。你舍友赵涛不是觉醒了雷电异能吗？怎么没出去找水？超市里应该有水吧？马天明吐槽道：别提了，就他那雷电也就能电个鸟打个易拉罐弱的一批。好吧，那等我消息。再次侧面证明了赵涛的异能非常普通后，沈毅也若有所思：是所有异能都这么弱，还是只有赵涛觉醒的异能这么弱？是人的问题还是异能的问题？不管怎么样，先去拿无人机吧。想到这里，沈毅看向一旁的徐婉婷问道：你身体影响大不大？还能不能走路？可以，虽然有点痛，但影响不大。行，那你收拾一下，咱们去一趟5楼。好的。徐婉婷僵了一瞬，心中暗暗后悔，早知道刚才就说自己痛得走不了路了。她真不想出门，虽然这狭小的宿舍里也没多安全，但至少比黑雾弥漫的5楼安全的多。不多时，沈毅就整理好了装备。其实现在他唯一有效的攻击手段，也就是徐婉婷带来的那把折叠水捕，用来杀变异动物或者植物也根本不靠谱，但是可以用来防人。末日有时候人比怪物更危险。收拾完东西，2人走出了宿舍，这也是沈毅自诡异黑雾降临后第一次走出宿舍。那个沈毅，我们去5楼做什么？徐婉婷有些害怕地抓着沈毅胳膊，别说话，跟着我就行。沈毅没有跟徐婉婷解释太多，他带徐婉婷的目的也很简单，如果真有危险，多个人肉诱饵自己也能更安全。走在寂静的楼道里，沈毅十分小心，他猜测5楼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否则徐婉婷也不可能这么轻松就上来。沈毅看到5楼的楼道里弥漫着浓郁的黑雾，他下意识憋气，但憋了没多久就忍不住呼吸，黑雾顿时进入体内，但是身体并没有什么异常反应，顶多就是感觉味道不太好闻，至于让人饥渴的效果倒也没有那么好。松了口气的同时，沈毅开始在黑屋里寻找宿舍门牌号，能见度低，但也不是特别低，还是能看到几米内的东西。507、508、509，就是这间了。来到门口，沈毅拉了拉宿舍门，虽然上锁了，但难不住他，因为这种老式宿舍门是那种传统木门，门锁因为常年没更换很好撬开，甚至都不需要撬，只要有一张饭卡，沈毅就能开一整层楼的门锁。沈毅花了几十秒，随着咯吱一声就将门锁打开了。沈毅进门后一边四处张望，一边给马天明发消息询问无人机放在哪里。很快马天明回复道：就在靠近门的第1张床柜底放着。看到消息，沈毅很快就在床底找到了一个用白色盒子装起来的无人机，而且从造型来看不便宜。沈毅拿上无人机，又让徐婉婷翻找了一会儿，但发现没有什么有用的物资，他和徐婉婷就离开了509宿舍。就在2人原路返回到楼梯口之际，突然楼下忽然传来哐哐哐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敲击墙壁，声音非常密集。沈毅那是什么声音？徐婉婷吓了一跳，紧紧抓着沈毅胳膊，差点叫出声。不知道，先上楼。沈毅没有一丝好奇心，立刻加快脚。
这时候敢有好奇心，纯纯就是找死。来到6楼，沈一听到有些宿舍里传出细微的声响，似乎是有人在里面。于是沈一暗暗记下了发出声音的2个宿舍。现在这种情况，谁也不知道幸存者会不会为了一口吃的偷袭人。2人快速回到606宿舍，沈一反锁宿舍门后，这才松了口气。同时，沈一暗下决心，必须要尽快解锁新物资，获得出热武器才行，还要尽快获得觉醒异能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在末日有自保之力。随即，沈一找出了无人机的使用说明书，翻看起来。他以前没接触无人机，不太会操作。沈一，你要玩无人机吗？一旁徐婉婷好奇道：“但不知道这个无人机能不能吊住3瓶水？”可以的，这款无人机能吊的重量大概有5000克左右，3瓶矿泉水最多也就1.5千克。是吗？你玩过无人机？我以前拍过风景和短视频，我在抖音的账号还有10几万粉丝呢。闻言，沈一眼前一亮，那倒是可以让徐婉婷操控无人机，免得自己操控不好，万一撞墙就尴尬了。那你来操作，帮我给一个同学送几瓶水。沈一将遥控器递给徐婉婷，送水？好的，我看看电量够不够。徐婉婷虽然好奇沈一要给什么同学送水，但也没有多问，当即开始调试设备。沈一则拿出手机给马天明发消息，让他选择交易地点。无人机已经准备好了，但我现在只有3瓶水，你需要先让我确保你说的话是真的，否则我不可能把我保命的水都给你。大概2、3分钟，对面回消息了，获得异能的方法是吃一种东西，至于是吃什么东西，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除非你先让我看到水。当然你也别想着骗我，如果我不告诉你那是什么东西，你肯定找不到。呵呵，你说的那种东西不好找吧？否则你自己早就吃了，也不可能用来跟我交换。这确实，但我可以保证我没骗你，我这个消息现在的价值绝对很高，就连官方都没公布，所以你拿出去和其他人交换物资也可以，你肯定不亏。吃一种东西获得异能，沈一皱眉思索，会是什么东西呢？这时徐婉婷开口打断了他的思绪。沈一，无人机的电量还有大半应该够用了，不过现在外面黑雾很浓，能见度很低，如果距离太远，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把水送过去。尽量是就行，送不过去也没事。沈一并不是特别在意能不能把水送到马天明手上，反正大概的消息他已经获得了。接着沈一指挥徐婉婷道：“往体育馆方向飞。”好的。徐婉婷走到阳台，放飞了用毛巾吊着3瓶水的无人机。沈一则是掏出手机拍张照发给了马天明，最多几分钟就能把水送过去。现在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再等等，至少等我能看到无人机再说。沈一看了眼正用遥控器控制无人机的徐婉婷，他眉头微皱，抿着嘴唇，表情认真。怎么样？能飞到体育馆吗？可以，只是没想到这黑雾居然这么浓。沈一凑了过来，看向遥控器屏幕上无人机摄像头投射回来的画面。以无人机的视角向下看，整个世界铺满了一层层滚动的黑雾，黑雾至少已经有14、15米之高，笼罩了大部分的低矮建筑物。在这浓郁黑雾下，不知道隐藏着多少变异怪物。沈一看着徐婉婷精致的侧脸，忍不住亲了一口。他顿时感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末日真的很棒。毕竟这以前都不用正眼看他的美女，现在他想怎么耍就怎么耍。随后徐婉婷脸色一红，嘴里忍不住发出声音，因为此时沈一的手也没闲着，但他还不能分心，只能继续服从命令，认真操控无人机。下课，沈一也给马天明发去了消息，已经到了，你如果在体育馆外面，应该能听到无人机的声音。听到了，听到了，就在我头顶，快降下来！别急，先告诉我答案。发消息的同时，沈一看向怀中的徐婉婷，把无人机降低一点，但不要太低，让黑雾下面的人能看到就行。好的。徐婉婷应了一声，脸颊微红，小口喘着气。她调整了下姿势，开始操控无人机下降。黑雾中，马天明一边舔着干裂的嘴唇，一边死死盯着头顶浓郁的黑雾。快点，快点啊！马天明呢喃着，时不时回头看一眼体育馆，万一被其他人发现那就麻烦了。很快，一架无人机的轮廓出现在空中，它的下面还吊着几瓶矿泉水。我看到了，再降下来一点，再降下来一点。答案告诉我。马天明越急，沈一就越不急。这场交易从始至终都是沈一占据上风，因为他不缺水，哪怕损失几瓶水也不在乎。现在正是拿捏他的时候。先让我拿到水啊，不然你要是再反悔怎么办？同样的话我也送给你，我把水给你，你要是反悔怎么办？你特么的！马天明舔着干裂的嘴唇，气得捏紧手机，犹豫起来。他也是真怕这个家伙出尔反尔，但自己也是真的渴，抬头盯着几乎近在咫尺的救命水源，他咬牙开始打字。我可以先告诉你答案，但你绝对不能出尔反尔，否则我就告诉赵涛，让赵涛带人去找你的麻烦。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体育生，就算你真的侥幸获得了异能，也不可能是几10个学生的对手。放心，我也不想和你结仇。虽然嘴上是这样说，但沈一心里已经升起了杀意，敢威胁自己，那就是真的想给自己找麻烦。这种人绝不能留。虽然沈一从没杀过人，但如果真有人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沈一会毫不犹豫地弄死对方。这是在末日里生存必须要有的决心。很快，马天明回复道：“那是一种彩色的果子，长在没有变异的植物上面。我没有骗你，赵涛就是吃了一颗那样的果子，然后过了几10秒，突然就有了雷电能力。行，希望你没有骗我，否则我就把和你交易的事告诉赵涛，相信赵涛也不会再留着一个背叛他的舍友。”他会威胁，沈一也会威胁，而且一针见血的威胁。接着沈一指挥徐婉婷道：“把无人机降下去，矿泉水给他。至于无人机能收回来就收回来，收不回来就算了。”好的。徐婉婷开始缓缓降落无人机，还不等无人机落地，饥渴的马天明便一把拽下了矿泉水，然后当场拧开一瓶水就咕噜咕噜喝了起来。那饥渴的模样就像是疯了一样。看到这一幕，徐婉婷也忍不住感慨，这可能就是大部分幸存者的日常吧。像沈一这样不缺吃不缺喝的人太少了，自己现在跟着沈一也不用为吃喝担忧，只要安心的等待救援就行。虽然沈一总喜欢做那种坏坏的事情，但现在自己也不那么排斥了。
另一边，马天明一口气喝完了一瓶水，想他差点叫出声。看了眼剩下的2瓶水，他琢磨着要藏起来，不能被赵涛他们发现。除此外，还要想办法再从这个沈一手里弄点水。他可不相信沈一只有这么几瓶水，或许可以找赵涛商量一下，跟他隐晦的透露一些消息。以赵涛的性格，说不定会经受不住诱惑，找沈一的麻烦。到时候自己再假装站在沈一这边，威逼利诱他给自己水，然后再趁机解决了沈一，以防止沈一说出和自己交易的事。没错，就是这样。通吃哈哈，我特么可真是个天才啊！马天明正兴奋地想着，却没注意到背后的黑雾里一条条藤蔓像是有生命一般蔓延了出来，悄无声息地来到他身后。当他感到背后有点凉飕飕的时候，下意识回头，眼红便是猛地巨震，瞬间无数条藤蔓扑了过来，缠绕住了他的身体。此时想逃已经太晚了，救命！救命啊！好痛！好痛啊！马天明惊叫着，剧烈挣扎着，但那藤条力道极大，他越挣扎，藤条就越用力，勒得马天明身上的皮肤都开始发紫，脸色涨红，呼吸不顺，最终身上的皮肉也被尖锐的藤条勒得裂开，鲜红的血液流了出来，染红了衣服，滴在藤条上。此时屏幕对面的徐婉婷吓得一声尖叫，把正沉浸研究他身体的沈一都吓了一跳。沈一，你快看！闻言，沈一立刻看向无人机屏幕，只见草丛中数条粗壮的藤蔓条将不知死活的马天明捆了起来，径直拖进了黑雾中。不料此时徐婉婷操控的无人机竟被一只俯冲下来的巨鸟狠狠抓住升空，随之很快无人机就完全失去了画面和信号。刚才那是什么鸟？好大，绝对是变异怪物！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徐婉婷连忙关闭窗户，退回到宿舍里，不敢再靠近阳台。看来就算是天上飞的鸟类也会变异。沈一脸色凝重，压下心中复杂情绪，再次看向与马天明的聊天内容，长在没有变异植物上的彩色果子。沈一打开短视频，尝试搜索相关信息，但看了一会毫无所获。看来像赵涛这样堂而皇之秀超能力的人不多。至于彩色果子这几个关键词更是搜不到，可惜无人机没了，不然倒是可以用高科技出去找彩色果子。沈一暗自可惜，目前要紧的话得先换一间宿舍，毕竟以后还要让其他女人来找自己，万一有女人带着一群人过来，那自己岂不是危险了？所以以后要先给女人假地址，等确认对方是一个人后自己再露面。徐婉婷，收拾你的东西，咱们换一间宿舍。啊？为什么呀？别问，收拾东西。好，我这就收拾。徐婉婷见沈一脸色变了，不敢再问。收拾好东西，沈一就带着徐婉婷来到了离606宿舍隔着3个宿舍的610宿舍。这里正好避开可能有人的2个宿舍，并且靠近楼梯口，遇到危险能第一时间逃离6楼。沈一正撬门呢，突然背后601的宿舍门打开，沈一立刻警惕，握着水果刀盯着打开的门。那个同学别冲动，我是有事。沈一依旧警惕地握着刀。是这样的，同学，你那里还有没有水？我可以用食物和你换。你就一个人？沈一打量着背带裤，严肃问道。是啊，就我一个人，而且我也没有武器，你们不用担心。背带裤异常克制地收敛眼神，这才没让自己盯着徐婉婷的大长腿看。沈一自然察觉到了他的眼神，警惕更甚，心中权衡一番，以水果刀就算能杀死背带裤，但自己说不定也会受伤。在末日里受伤没药品的情况下，极大概率会致死，那就没必要拼命了。想到这里，沈一看向背带裤道：“我和我女朋友也没多少水，就剩1瓶半了，但可以给你换半瓶。”好，谢谢。谢谢大哥。进到601宿舍，沈一没有出声，他第一眼就被书桌上那盆粉色花吸引了，因为这花朵中心竟有一颗彩色的果子。这时沈一收回视线，压下激动，假装打量宿舍，云淡风轻说道：“你用什么食物换？”我这里有自热火锅，还有各种口味的方便面和面包辣条，您看您需要什么？下课背带裤就取出自己的全部存货，任沈一挑选。我看看啊。沈一看似很认真的在挑，实际上却是在想要怎么才能把那个彩色果子弄到手。我就要2包香辣口味的泡面吧。婉婷取瓶水。好的。徐婉婷很听话的从背包里拿出半瓶水。对了，同学，你这几个盆栽长得挺好看的，能不能送我一个？我女朋友比较喜欢盆栽。可以啊，没问题，反正都是我舍友养的，她估计也不要了。背带裤没有多想，很大方的让沈一随便拿。婉婷，你不是很喜欢盆栽吗？去挑一个咱们带回宿舍养着。还好，我最喜欢盆栽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沈一突然说我喜欢盆栽，但估计这是沈一自己想要那个盆栽。于是徐婉婷便配合的上前挑了起来。徐婉婷挑了一会儿，拿了盆已经开花的盆栽植物，然后她回头看了眼沈一，见沈一轻轻点头，她明白自己选对了。时间不早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好，大哥，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再叫我。随后沈一点头转身和徐婉婷离开了宿舍，只是看着徐婉婷高挑的背影，背带裤忍不住舔了下嘴唇，眼里也隐藏着一分欲望。来到610宿舍门口，沈一很快撬开了门。花盆给我，你去606宿舍把被褥拿过来。好的。由于徐婉婷有洁癖，所以她很痛快的答应。支开徐婉婷，沈一立刻进屋将花朵中心的果子摘了下来。要不要吃？沈一犹豫了，万一马天明骗自己怎么办？万一这果子有毒怎么办？沈一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机拍了一下彩色果子的照片，开始在网上试图搜索。一番搜索没有找到相关内容，这证明以前很可能没有这种果子，毕竟一个普通大学生养的植物总不可能世界罕见吧。也就是说，彩色果子大概率是末日爆发后出现。想到背带裤那猥琐的眼神，沈一下定决心，我需要力量，需要强大的力量。沈一吃下果子后就感到有种奇异的能量在体内不停流动，全身肌肉骨骼颤动，毛孔剧张，随后一层宛如油脂般的污垢倾泻而出。片刻后，当沈一睁眼脱掉脏衣服，看到自己的身体，顿时都惊了。只见原本较为瘦弱的他，此刻竟然拥有了6块腹肌，而且沈一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仿佛能一拳打穿墙壁。看来马天明还真没骗自己，这种彩色果子真的是异能果实。
检测到宿主拥有合格的武力值，个人面板已开启，宿主可自行查看。打开面板，下个一块虚拟屏幕就出现在沈毅面前。宿主沈毅，年龄20，武力值10，已解锁物资帅师傅矿泉水，新鲜出炉烧鸡，已获得异能肉身进化 LV1。你的身体因为某种原因完成了一次进化，你的力量、速度、持久力、健康程度等等均有大幅度提升。从肉身进化有等级划分来看，异能应该是可以提升等级的，等级越高肯定越强。总之不管怎么样，现在至少有了明确目标了，那就是多多收集异能果实，绝不放过一颗。沈毅。此时正抱着被褥回来的徐婉婷一脸惊讶看着满脸污垢的沈毅，自己才离开几分钟，怎么沈毅身上变得这么丑？而且他好像长高了一些，还变帅了。正好我要洗个澡，你来帮我搓一下呗。洗澡？这要怎么洗？见徐婉婷呆愣在原地时，直接大手一挥，瞬间近100瓶矿泉水凭空出现在床上。徐婉婷顿时震惊地睁大了眼睛。起初还以为沈毅的异能有什么限制，比如一天最多只能变出几瓶水、一只烧鸡，但现在看来似乎不是，沈毅的异能比自己想的还要厉害得多。想什么呢？过来给我搓呗。好的，我来了。当徐婉婷擦掉沈毅身上的污垢，她惊呆了。沈毅竟然有了6块腹肌，比那些健身教练的身材还好看。越是替沈毅擦背，徐婉婷脸色越红，但也更兴奋了。沈毅变帅变强，享受的不还是自己吗？此时沈毅则是拿着手机正在飞速同意好友申请，然后挨个复制发送同一条消息，发照片只要符合标准包吃包喝。体验到肉身进化的爽感，沈毅现在十分兴奋，必须招揽更多女神，解锁更多的物资，最好能解锁异能果实，再不济如果有热武器也行。说起这个，沈毅忽然想到了什么，转头问到徐婉婷，我记得你有几个朋友长得也挺好看的。还行吧，但是他们都没有我好看。徐婉婷意识到了不对劲，那你联系一下长得漂亮的朋友，问他们缺不缺食物和水。好吧，我问问。徐婉婷欲言又止，都有自己了，居然还惦记其他女人，怎么能这么无耻？而且惦记的还是自己的闺蜜，要是真让闺蜜和自己共侍一夫，那不尴尬死了。可恶的花心渣男，臭男人，以为末日就能为所欲为了吗？可恶可恶，看本大小姐今晚不榨干你，让你再敢惦记其他女人。时间流转，又是一夜过去。清晨，沈毅正大快朵颐地啃着烧鸡，徐婉婷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像是犯错的孩子。把你手机给我看看。要看什么？打开微信，我看看你闺蜜是怎么回复你的。必须抽查一下，看徐婉婷有没有听话的给她闺蜜发消息。她要是不听话，那就证明有异心了。有异心就证明可能会背叛自己。我可不会留着一个想背叛自己的女人。只有一个人回了消息，其他人都没回。徐婉婷解锁手机，点进微信界面递了过来。虽然心里很不舒服，很吃醋，但她不敢再拒绝。你过来吃饭吧，记住不要再有昨晚的想法。我绝对不会再惹你生气了。接着徐婉婷激动地捡起来沈毅吃剩的骨头，找到肉就啃。沈毅则是翻看起徐婉婷的微信，他倒是很听话的给10几个微信好友都发了消息，但只有一个备注叫江南烟的女生回复了他。沈毅点进江南烟的朋友圈，翻了几页，找到了这个女生的照片。他眼前微微一亮，很漂亮，从脸上看有股成熟御姐味。想了想，沈毅用徐婉婷的账号给江南烟回了条消息，我这里有水和食物，你来找我吧。徐婉婷在一旁偷看，心里很是郁闷。男朋友勾搭闺蜜，自己却还要帮忙，这算不算自律？真的吗？婉婷你在哪里？我已经快2天没吃东西了。我和朋友正在一校区的男生宿舍，这里目前很安全，你来找我吧。沈毅一边回消息，又故意拍了几张矿泉水和烧鸡的照片发给这个女生。哇，你居然有这么多水，而且还有熟鸡肉。你要过来吗？看在以往的关系上，我可以照顾一下。男生宿舍离我有点远。那个婉婷，如果我去找你的话，能不能带2个朋友一起？男的还是女的？我们这边都是女生，你要是带男朋友，我怕我朋友会介意。徐婉婷看到沈毅发的这条消息，不由悄悄鄙视了他一眼。明明是自己色心大起，还装得清纯，可惜我的朋友都是女生，我怎么可能有男朋友？我也担心男生会对我们图谋不轨，毕竟现在可没有法律束缚。婉婷，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问这种问题，难道2人之间还有什么小秘密或者暗语之类的？这句话什么意思？沈毅问到正吃醋的徐婉婷。江南烟她是个清百合，她肯定不会找男朋友。你刚才那个问题让她怀疑了。如果是我不会问这个问题，毕竟我以前经常用她的性取向取笑她。沈毅了然而后继续打字哄骗，管他是不是百合，讨不讨厌男人，只是为了解锁物资而已。末日里谁还玩纯情那一套？我当然知道你的取向，但我朋友担心你会和男生待在一起，所以我才多问了一句。既然你的朋友不是男生，那你带他们过来吧，我们这里很安全的。好的，那我们收拾一下就出发。果然用徐婉婷的账号骗他朋友的效率比自己大海捞针快得多。至于江南烟带来的朋友，就看他们长得怎么样了。如果符合系统标准，那自己可就赚大发了，属于买1赠2。与此同时，一栋教学楼的办公室内，3女已经收拾好了各自的物品。南烟，你这个朋友人品怎么样？应该不会骗我们吧？一个胖胖的女生有些怀疑地问道。她性格虽然不太好，有时候比较傲慢和自私，但也不至于骗朋友。更何况现在的我有什么值得她骗的呢？说实话，我都没想到她会主动联系我，还愿意分给我们食物。可能是我以前看错她了，她其实也没有那么自私。这样啊，那就好。我也快饿死了，咱们尽快出发吧。就是不知道你朋友为什么跑去男生宿舍那么恶心的地方。一想到很多男生住在里面，我就感觉反胃。不知道，或许是女生宿舍里有什么危险吧。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无。现在外面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小心一些。白老师说的对，虽然我和徐婉婷是很要好的闺蜜，但该小心还是要小心。而且从教学楼到宿舍楼也要走好长一段路，楼下的黑雾里说不定有变异的怪物，也得小心。我们可以找点武器带上，以防遇到危险。
是啊，我们女生毕竟柔弱，不像那些臭男人一样有力气。很快三人收拾好东西，便小心翼翼地走出了房间。我们出门了，正在往宿舍方向走。我想问一下，宿舍楼附近应该没有什么危险。没有，我已经进出几次了，宿舍楼里没有任何危险，但远处我就不知道。我在6楼，你们到了直接上来就行。徐婉婷回复完江南烟的消息，总觉得有点愧疚。宿舍楼外面怎么可能没有危险？我之前可是亲眼看到了一条吃人的变异犬。沈毅今天又加了不少好友，必须趁着还没断网断电之前，尽快多筛选一些符合系统标准的女生。毕竟末日灾难下没有人维护那些发电的设备，大概率会出问题。一转眼又是2个多小时过去了，都这么久了，你朋友怎么还没来？就算在其他校区1个小时应该也能走过来了，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吗？我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徐婉婷说着开始拨电话，不过就在这时，原本亮着的灯忽然啪的一声黑了，这是停电了。沈毅和徐婉婷对视一眼，脸色都不太好看。停电意味着以后晚上就失去光亮了，而且更难受的是，现在的手机电量用完后就再也没办法充电了。突然门外传来微信的电话铃声，徐婉婷看了眼手机，又看向沈毅道：好像是他们来了。沈毅走到宿舍门前，悄悄打开一条缝隙向外面看去，只见此刻漆黑的楼道里3道身影挤在一起，靠着手机的微弱光亮，正小心翼翼在楼道里走着。由于沈毅没让徐婉婷告诉江南烟准确的宿舍号，所以他们正在一边联系徐婉婷一边寻找宿舍，这也让沈毅有了暗中观察的时间。应该是3个女生，但有一个怎么这么胖？这特么能符合系统标准。另外2个倒是不错，尤其是其中一个的身材前凸后翘，像是熟透了的水蜜桃。告诉他们宿舍号，让他们过来吧。徐婉婷应声开始给江南烟回消息，同时她也暗暗想，最好沈毅没有开上江南烟，再把他们赶走。我可不想和别人共享男人，更不想和别人共享食物和水，哪怕这个人是闺蜜也不行。在610，江南烟收到了徐婉婷消息，这时他已经察觉了不对劲。不过都已经冒着风险来到这里了，总不能再出去吧？刚才自己可是差点死在外面了。出教学楼的时候，就有几个男生尾随，想对他们图谋不轨，还好他们及时躲进黑雾藏了起来，不然要是被那群男生抓住，江南烟都不敢想下去。之后他们又遇到了变异的植物，吓得他们连滚带爬的一路乱跑，要不是在黑雾里乱跑一通迷失了方向，他们也不可能用了2个多小时才找过来。3人顺着宿舍号找到了610宿舍，610的宿舍门竟然虚掩着，而且还有一股浓郁的肉香味飘出。3女都下意识吞咽口水，眼里浮现出激动之色。江南烟警惕地伸出手，轻轻推开了门，出现在眼前的正是她的好闺蜜徐婉婷，这让江南烟暗自松了口气，真怕推开门里面有什么怪物扑上来。小烟欢迎啊！徐婉婷脸上带着笑容，很亲切地迎了上来。婉婷，好久不见。江南烟扯动干燥的嘴角，勉强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家怎么有个恶心的男人啊？突然胖女生皱眉出声，江南烟一愣，这也才注意到坐在床边的沈毅。还真有个男生？怎么会有个男生？徐婉婷不是说她和朋友都是女的吗？你说什么？沈毅眉头一皱，冷厉的眼神看向胖女生。胖女生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但一想自己这边有3个人，而且自己还是女性，顿时底气又上来了，瞪着沈毅叫道：怎么？我就只是说了你2句而已，你一个大男人难道还想动手打我一个小女生？有没有点风度啊？这就破防了。真是的恶心！胖女生话音刚落，沈毅的巴掌已经落在雷脸上，砰的一声，胖女生整个人直接倒飞出宿舍，重重撞在了墙壁上，倒头就睡。此时听到宿舍外面有动静，出门观察的背带裤看到这一幕惊呆了，一拳把人打飞出去，这是什么力量？你怎么能随便打人？江南烟不可置信地看着沈毅，成熟女人则是连忙去看胖女生的情况，见胖女生满脸是血，已经昏死过去，她面露着急之色，连忙想办法帮胖女生止血。这肥猪不是说我破防了吗？没错，我就是破防了，要不是刚才收了几成力，应该能一拳打死这个嘴臭的肥婆。都末日了，居然还敢打拳！现在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打拳。虽然眼前这2个女生都符合系统标准，但不代表自己就要妥协。真要是翻脸，我不介意把她们3个人都赶出去。经检测到符合系统标准的女神开始扫描详细信息：姓名江南烟，年龄20岁，容貌92分，身材94分，内在100分，未经人事，总分96分。评价收留后可解锁一项随机物资。经检测到符合系统标准的女神开始扫描详细信息：姓名白薰怡，年龄29岁，容貌90分，身材96分，内在100分，未经人事，总分96分。评价收留后可解锁一项随机物资。没想到她居然是个29岁的老处女。你也太过分了，你怎么能对女生下这么重的手？我过分？这个死肥猪进来就骂我，怎么不见你阻止？你不觉得他过分，反而觉得我一个受害者过分？可是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把他打到昏迷啊！婉婷，他是你男朋友，你不是说你朋友是女的吗？江南烟忍不住向徐婉婷出声质问：小烟，你不是想要食物和水吗？我男朋友这里多得很，只要你愿意住进来，你以后的吃喝我男朋友全都包了。待沈毅哄骗江南烟3女来到男生宿舍后，徐婉婷就拿起桌上的矿泉水，还有一整只冒着热气的烧鸡，向江南烟发出组建3人行的邀请。看到水还有肉，江南烟下意识吞咽口水。南烟，你不要上当，我们走。白欣怡见状连忙出声阻止。虽然我也很饿很渴，但绝不要为了一口吃的出卖身体和灵魂。眼前这女人把我们骗来，分明是给她男朋友找小三，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江南烟也觉得徐婉婷很无耻，甚至想狠狠辱骂她一顿。但是那鸡肉的味道真的好香啊，光是闻着都这么香，要是吃上一口，是不是都能飞升了？
越想江南烟的思想就越是动摇，好像比起活生生饿死渴死，他宁愿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尤其是当看到那矿泉水中流动的液体，他只觉得自己全身的细胞都在渴望着进食。白老师，对不起，我走不动了。说完，江南烟走向徐婉婷身后，想要喝水吃肉。徐婉婷没有第一时间给他水，而是笑盈盈的问道：“小烟，你应该明白喝了这瓶水意味着什么吧？”我明白。江南烟看了眼沈毅，虽然当着老师面被羞辱的感觉让他异常尴尬，但身体的饥饿和饥渴压过了这股羞耻，他还是回答了徐婉婷：“就算要被做那种事，也已经无所谓了，大不了就当是被狗啃了一口。行，既然你明白，那就拿去喝吧，我的好妹妹。”徐婉婷笑盈盈的将一瓶水递给江南烟，宛如施舍一般。谢谢你。江南烟激动的接过矿泉水，手都在颤抖。哼，什么大小姐，还不是跟条狗一样？看着如此轻易妥协的江南烟，徐婉婷暗暗鄙视的同时还有点愉悦。以前就非常不爽江南烟这个走势中高冷的家伙，好像他多高贵似的。关键追求江南烟的男生还比自己多。现在看着曾经自己嫉妒的女人臣服于自己男朋友，沦为工具，这种感觉真爽。其实帮沈一骗自己闺蜜也挺爽的，以后自己是大房，还能使唤江南烟这个小三。反正都已经是末日了，也不会有人敢嘲笑自己，甚至很多女人肯定会羡慕自己有吃有喝。南烟，你怎么可以妥协？白欣怡看着正大口喝水的江南烟，眼里带着失望，怒斥他的堕落。你以前学的知识、学的道德，难道就允许你做这种事？白欣怡相当生气，但江南烟只顾着喝水，压根顾不上回复。直到几口气将一瓶水全部喝完，他才像是回到了海中的鱼儿一般，重新焕发了生机。舔着嘴唇看向白欣怡，江南烟也有点迟疑和不好意思。毕竟是自己将老师和朋友带过来的，结果被徐婉婷骗了，自己有很大责任。可是我真的不想死啊！就在江南烟愧疚的不知如何开口时，沈毅忽然走了过来，一把拦住了他的细腰，还顺手捏了一捏。江南烟脸色一红，下意识的想要挣扎，但又想到了什么，挣扎的动作逐渐变慢，安静下来。放心，跟了我以后不会让你饿着。沈毅说完，看着乖巧下来的江南烟，满意点头，而后走向白欣怡说道：“这位美女老师，如果你也愿意留下来，我也可以保证你的一日三餐还有安全问题。当然，前提是你把这头骂过我的肥猪送走，否则我可不敢保证我能忍住不打死他。”你休想，我白欣怡就算饿死渴死，也不可能出卖自己的身体，更不会抛弃自己的学生。像你这种无耻的男人，是我这辈子最瞧不起的。白欣怡冷冷骂道，随即他又看向江南烟：“南烟，你真的不跟我一起走？”白老师，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江南烟愧疚地偏过脑袋，没有勇气去面对白欣怡失望的表情。其实白欣怡不仅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暧昧对象，只是一场末日灾难袭来，现在怎么活下去成了最主要的问题。我明白了。白欣怡笑了，只是那笑容十分的苍白和无力，但他还是没有说出任何责怪江南烟的话，而是搀扶着肥猪离开了。反锁宿舍门后，沈怡看向江南烟说道：“先去吃东西吧，吃饱咱们再充电。”谢谢。江南烟脸颊通红，这么直白的话让他羞涩极了。毕竟他与沈毅才第一次见面，眼高于顶，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江南烟，一想到之后要发生的事，就忍不住心跳加速。看着面前乖乖听话的极品校花，沈毅很满意，直接奖励了2只烧鸡给徐婉婷。老公，谢谢你。那个，你刚才是从哪里拿出的鸡肉？吃得满嘴流油的江南烟震惊地看着沈毅，这是我们老公的超能力，能够变出食物和水，厉害吧？你可不要随便告诉其他人，否则老公和我可不会饶过你。徐婉婷认真叮嘱，一副大房的气势，狐假虎威。江南烟惊讶道：“超能力？居然还有这种超能力？当然，你以为老公为什么能让我们不愁吃喝？只要你听话，以后想吃什么，老公都能变出来。原来是这样。”江南烟若有所思，他总觉得这种超能力有点奇怪。凭空变出鸡肉还能理解，但变出来的鸡肉怎么会是熟的，而且还冒着热气？沈毅见江南烟吃完，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说道：“去刷个牙，漱口，把脸洗干净。”那个自来水不是被污染了吗？江南烟愣了下：“你真笨呐，用矿泉水洗不就行了？”徐婉婷从床下取出了几瓶矿泉水。用矿泉水洗脸，这也太浪费了吧？这可是末日啊！矿泉水多么珍贵，怎么能用来洗脸？没事，有老公在，咱们不缺水的。徐婉婷淡淡一笑。沈毅见矿泉水不多，便随手一挥，又从空间取出10几瓶，并对江南烟说道：“你顺便洗一下头发，我可不想蹭一身油。”好厉害的超能力啊，竟然还能变出矿泉水！江南烟震惊的同时，心中更是隐隐觉得自己之前的猜测可能是真的。这个男人或许真的是小说里那种重生回来的角色，不过这样更好，跟着一个重生回来的强大男人，至少不用担心会饿死了。而且说不定还能有机会去找父母和家人。经检测到你成功收留了一名女神，开始随机解锁一种物资。经解锁成功，恭喜你解锁物资54式手枪，54式手枪加1已存放于系统空间，54式手枪加1已存放于系统空间。听到系统提示，沈毅先是一愣，随即大喜，是枪，有热武器了，这下真的爽了，有枪在手，还有哪里去不得？如此想着，沈毅看了眼身旁正羞的装睡的江南烟，心情异常的好。没想到这个女人能帮自己解锁手枪这么重要的物资。不过目前还有一点要确认，那就是枪里带不带子弹。要是没有适配的子弹，还要单独解锁子弹物资，那就太麻烦。沈毅心中一动，从系统空间取出一把54式手枪，掂量了几下，沈毅确认保险没开，不会有走火的风险，然后才取出弹夹查看。还好带子弹了，而且是满满的一弹夹子弹。一把枪带8发子弹，而自己有无数把枪，根本不需要为子弹发愁，甚至不需要换弹夹，用完这把直接丢了都行。关键时候换枪可比换弹夹速度快多了。那是枪，
偷偷睁开眼的江南烟一不小心看到了沈毅凭空变出枪的一幕，顿时心惊肉跳，差点就叫出声。此刻江南烟更加确定了心中猜测，要么沈毅真的有一个无限大的异能空间，提前储备了这些物资，要么他的能力恐怕比徐婉婷知道的还要恐怖。徐婉婷你还真是单纯啊，和以前一样好骗。江南烟看了眼隔壁床上呼呼大睡的徐婉婷，心中暗笑，既然沈毅没有完全信任徐婉婷，那证明自己还有机会。从明天开始要拉近和沈毅的关系，让沈毅比信任徐婉婷更信任自己。他应该比较喜欢女人吧，尤其是漂亮的女人。江南烟看了眼自己身上的痕迹，脸色微红。那么既然徐婉婷能把自己骗来，自己为什么不能骗其他人？江南烟的脑海中忽然闪过白老师的身影。白老师虽然年龄大了点，但身材很不错，沈毅应该会喜欢的吧。白老师对不起了。时间流转一夜过去，606男生宿舍里，被打晕的胖女生渐渐没了呼吸。白欣怡看着自己学生的尸体，忍不住哭了出来，愧疚、伤心、害怕，各种情绪交织，让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师也情绪崩溃。白老师你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这时江南烟拿着一瓶水和鸡腿走了进来。你怎么来了？白欣怡抬头看了眼江南烟，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我来给你送点吃的，顺便问你今天要不要离开宿舍？我和老公要一起离开了。老公？白欣怡一愣，这才一晚上，他怎么就叫得这么亲密了？对呀，其实我老公他人很不错的。他不错？他都杀人了，你居然还说他人不错？要不是王美美她自己管不住嘴，我老公怎么会出手？疯了！江南烟，你简直是疯了，居然为一个杀人犯开脱！白老师，我知道你是个好老师，但是你应该知道王美美的性格，她以前耍性子什么的就算了，但现在是什么时代？她竟然还和以前一样，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外面死了那么多人都没有警察管，甚至我们昨天出教学楼的时候就被几个男生尾随，他们那下流的眼神，白老师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要是被他们抓住，我们的下场肯定比王美美更惨。这样的时代下，白老师你难道还想用以前的那套道德和法律来约束我老公？再退一步，就算我老公不杀王美美，他早晚也会被其他人杀死或者饿死。听着江南烟有理有据的分析，白欣怡苍白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算了，不说这么多了。白老师，你要不要吃这个鸡腿？我是看在您之前很照顾我的份上，才从我老公那里要了个鸡腿。要是换了其他人，我可不会这么浪费时间。谢谢。白欣怡抿唇接过了鸡腿。江南烟虽然出卖了身体，但他心底还是好的。其实为了活下去，出卖身体似乎也不算什么。啃着鸡腿，白欣怡的心态也在慢慢转变。矿泉水。江南烟将半瓶水递到白欣怡面前，看着她飞快进食的模样，继续说道：“白老师，我们马上就要走了，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离开？男生宿舍里可不安全，我刚才在楼道里听到其他宿舍里好像有人，你要是一个人留下来，恐怕会被盯上。”白欣怡咽下口中的肉，忍不住问道：“我能跟你们一起吗？”当然可以，只要白老师你愿意，我可以跟我老公说说好话。他出门之前可是跟沈毅保证过，一定会把白欣怡骗回去，并且让白老师乖乖听话。那麻烦你了。那白老师，你跟我过去吧。见了我老公，你可千万不要惹他生气，不然我也会受罚的。我不会连累你的。两人很快就回到了610宿舍，沈毅和徐婉婷也收拾好了零食之类的东西，准备离开。现在系统空间有近10万把手枪，加上肉身进化后的强度，沈毅也算是有了自保之力。这位白老师，您不是很清高吗？不是说不会出卖自己的身体吗？怎么又像条狗一样跟过来了？这个姓白的骚女人身材这么好，而且还和江南烟关系很好，要是她也留下来，自己的大房地位就不保了。你胡说什么？白欣怡涨红了脸，又羞又恼。我胡说，也不知道谁昨天站在门口说宁愿饿死不会出卖身体，不会抛下学生，结果现在就把学生抛弃了。白欣怡被徐婉婷对的脸色涨红，一时间竟有种想当场撞死的冲动。徐婉婷，你不要太过分了，白老师他也只是想照顾学生，又不是想和老公作对。至于白老师现在过来，也是因为他想通了，愿意给老公做小。难道你要替老公拒绝？你要替老公做决定？你别胡说，我才没说要替老公做决定呢，我只是看不惯这个不要脸的贱女人而已。那你就别说这么多冷言冷语，毕竟大家以后就是一家人了，要和平相处，不能闹矛盾。徐婉婷冷哼一声，却没了再开口的理由。此时场上最懵逼的只有白欣怡。什么情况？我什么时候说要给沈毅做小了？我们什么时候成一家人了？好了，该出发了。作为一家之主的沈毅这时开口结束了这场宫斗。老公，有人跟着我们。江南烟靠近沈毅，悄悄提醒道：“我看到了，让他跟着，如果等下遇到危险，可以让他当人肉盾。”说完，他摸了摸腰间的枪，继续下楼。这个跟着他们的人正是背带库，背带库的食物和水昨天就吃完了。他本来就在犹豫要不要冒险出去找物资，结果正好看到沈毅几人要离开，他心中一动，觉得正是机会。如果遇到什么危险，有这几个人走在前面，自己也能安全脱身。说不定如果沈毅出意外死了，自己还能趁机搞到女人。要是有什么怪物能吃掉他就好了。那个，你们要去哪里？白欣怡想回自己家，但又不好直接开口。先去我家，那里是高档小区，住着会安全舒适一些。江南烟回答道。这是他们早上商量好的。那个，我能不能？老公，外面好像有声音。不等白欣怡说完这句话，徐婉婷忽然出声。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了宿舍1楼，众人止步仔细听去，确实有声响，就像是什么东西在楼外的墙壁上蠕动，声音距离门口有段距离。我们先出去再说，都不要发出太大声音。沈毅取出腰间的手枪，率先带头走了出去。白欣怡看到手枪，眸子微微一缩，他居然有枪！这个学生他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就这样，几人小心翼翼走出宿舍楼，期间那细微的声响依旧存在，但却没有发动攻击，倒像是在往楼上蠕动。沈毅几人下意识回头看了眼，只见那黑雾笼罩的宿舍楼上竟然爬满了密密麻麻的爬山虎藤蔓，那些藤蔓异常粗壮，最细的都有成年人的大拇指粗细，而且像是有生命一般不停向四周攀爬。
几人震惊。以前那么小的爬山虎，现在竟然变得如此密集，而且其生长的速度太快了。如果自己等人再晚几天离开宿舍，说不定这些爬山虎就会爬到6楼去，到时候恐怕想走都走不掉。走着走着，沈毅回头说道：“江南烟，你开个导航，我们先去你家。路上如果遇到超市，顺便进去搜刮物资。”好的。江南烟很快就定位好了导航，几人脚下加快速度，一路上也是小心翼翼。不过走着走着，沈毅几人突然听到了黑雾里有求叫声和惨叫声传出来，那些声音明显不是怪物袭击，而是有人在袭击人，甚至还能听到不堪入耳的男女交合声音，而且听起来像是有好几个男人在强迫女生。江南烟和徐婉婷听到黑雾里女生的惨叫声和求饶声，都害怕的靠近沈毅，生怕也被人掳去。白心怡紧紧咬着唇，似乎想去帮那个无助的女生，但见沈毅完全不在乎，她又生生忍住了好心。不行，绝对不能连累江南烟。花费了10几分钟，沈毅众人走出了学校。当看到外面的场景，他们也惊了一下。只见校外的大马路上停了许多无人的车辆，而那些废弃车辆全部被密密麻麻的变异植物缠绕。道路两旁原本只有几米高的一排排树木，此刻也长到了10几米高，枝繁叶茂，遮天蔽日。啊，有怪物！徐婉婷忽然叫了一声，只见一只变异的巨大橘猫出现在不远处，它咧开长满尖牙的嘴巴，发出危险的声音，似乎是将沈毅几人视为了猎物。没有犹豫，沈毅立刻举枪瞄准橘猫就扣动了扳机。砰砰砰，枪声异常响亮。沈毅的枪法虽然不行，但架不住射得多，总有子弹能应付。7、8枪后，有一颗子弹就射入了橘猫的一条颈，让其发出一声凄厉惨叫，立刻就往旁边的树干跳了上去。沈毅从系统空间换了把枪，再次瞄准，准备火力覆盖。但就在这时，只见数个枝干猛地伸出，一下刺穿了变异橘猫的身体，令其发出一阵阵惨叫。橘猫四肢挣扎着还想跑，但因为身体被贯穿，很快就失去了动作。看到这一幕，沈毅都不禁咽了下口水。这些变异的植物似乎有了生命一般，居然比变异动物还猛。沈毅观察了一会儿，见这些植物没有主动攻击他们的意思，于是他从空间里取出一瓶水扔出去探路。矿泉水瓶砸在地上发出声音，但道路两旁的变异大树并没有任何反应。他又往大树的枝干上扔过去一瓶水，结果在碰到枝干的瞬间，就有几条粗壮树枝一下穿透了水。果然，变异树木和宿舍楼外的变异爬山虎一样，都没有主动攻击的欲望，只有碰到了它才会被攻击。明白这一点，沈毅也就暗暗松了口气。都别离开我太远，继续走。三女一脸紧张的跟上。刚才那只变异橘猫把他们吓得不轻，杀死橘猫的大树更是吓得他们浑身发抖。现在他们深刻的明白了黑雾里的凶险，再也没有了一点疑心，牢牢的跟紧沈毅，不敢慢半步。白心怡更是不敢再提回家的事。要是离开了沈毅，自己可能连10分钟都撑不过去。前面那个小区就到了。江南烟看了眼导航，说道：“继续走，走快点。”沈毅向后看了眼，突然出声。几女一愣，随即立刻加快速度，因为他们也听到了背后传来的声音，那是很多杂乱的脚步声。顾不上其他，他们快速跑进小区。在江南烟的带领下，众人很快来到一栋高楼的单元门前。这栋高楼上面也爬满了植物，但没有展现出什么敌意。江南烟连忙上前进行人脸识别，沈毅则是握紧枪，警惕地扫视周围。小区里可能比外面更危险。突然，他的目光被不远处的花园吸引，因为在其中一朵月季花的花朵中心，沈毅看到了一颗彩色的果子，和他之前吃下去的异能果一模一样。沈毅瞬间激动了，不知道是自己运气好，还是因为大部分人不知道彩色果子的作用，竟然这么快就让自己遇到了第2个异能果。趁其他人没注意，他踩进花园，将彩色的果子摘了下来。老公，江南烟小心地叫了一声。他早就把单元门打开了，但沈毅迟迟没有进来，让他有些担心。来了。沈毅回过神，收起果子，进到了楼里，随后还将单元门反锁。于是刚刚一直悄悄跟在后面的背带裤被锁在了外面。开门，求求你们快开门啊！背带裤双手用力敲门，急得都快哭了。沈毅透过玻璃窗向他露出一个和善的笑，然后搂着江南烟上楼了。想占老子便宜，坑不死你！杀这么个小角色都不需要自己动手。很快，黑雾中几个手持各种武器的男人狞笑着走了出来，将背带裤包围。小子有没有吃的，快拿出来！说你是不是住在这里的有钱人？快把单元门给老子打开，老子今天也要玩几个有钱的女人。哈哈哈哈！王兄弟说的对，有钱的女人都保养的好，玩起来才爽嘛。我之前在修马桶的时候，看到这栋楼里有几个少妇嫩得很，今天必须尝尝他们的味道。大哥，饶命啊！我不是这里的住户啊，我就是个大学生。背带裤被吓哭了，连忙跪下求饶。该死的沈毅为什么要把我关在外面？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不是这里的住户，呵呵，那你就想办法给老子把这道门打开，否则老子现在就弄死你。因为停电原因，沈毅等人只能爬楼梯。20楼爬的几女气喘吁吁，双腿打颤。沈毅则是一点疲劳的感觉都没有，也就热了个身。1级的肉身进化竟然这么强，沈毅心中惊喜，自己目前的耐力完全是非人类啊，异能比我想的上限要高得多，只是要怎么提升等级是个问题。沈毅思考着，不由看了眼刚摘的这颗果实，不知道再吃一个异能果实能不能获得新的异能，或者能不能让自己的肉身进化升1级。随着密码锁解锁的声音，房门打开，几人进到了江南烟家。沈毅打量着这间大平层，由于黑雾还远没有弥漫到20楼，站在窗前还能享受到久违的阳光。房间内也足有200平的空间，简约时尚的装修，处处都透露出高级奢侈感。人和人的差距比人和狗都大，不过现在这些都是我的了。沈毅像房主人一样舒服地坐在沙发上。好可惜，冰箱里的蛋糕都坏掉了，只有这些用保鲜膜封住的水果好像还能吃。老公，你先吃点橘子，我再去洗一下其他水果。行。沈毅随口应了一声。现在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吃异能果。很期待吃下新的果实到底能不能获得新异能。于是在假装吃橘子的时候，沈毅将异能果子也吃了下去。
随着果实入腹，他只感觉到头脑一阵舒爽就结束。相比较吃下第一个异能果实后的变化，这个果子简直就没有一点逼格。这是个什么能力？是不是很弱啊？沈一立刻点开个人面板查看。恭喜你获得异能瞬间移动 LV1，你能瞬间移动20米距离。因为你的瞬间移动是空间技能，所以移动期间你可以无视任何地形，无视任何控制和束缚技能。只要你的体力足够，你可以连续发动瞬移，没有任何限制。卧槽！沈一看到这个异能，整个人都惊了。瞬间移动，而且还可以无视地形，无视任何的控制和束缚，这特么妥妥的神级异能啊！而且最无敌的是瞬移还可以连续发动，只要体力足够好，自己能一路瞬移。好巧不巧，我的第一个异能就是肉身进化，正好提升了体力，所以肉身进化搭配瞬间移动简直无敌了，爽！太他妈爽了！有了这瞬间移动的异能以后，遇到敌人就算打不过，想跑肯定也没人能拦得住，只要自己反应够快，子弹都能躲得掉。老公，刚才是不是有很多人跟着我们进了小区？江南烟洗好水果后，坐在沈一身旁，有些发愁的问道：“他们跟了我们一路，那他们会不会藏在楼下等着我们？等我们下楼的时候对我们出手？如果他们不是好人，那就不会在楼下等我们，而是想办法破门而入。那我们现在岂不是很危险？虽然这个小区的单元门有一定的防护能力，但肯定挡不住一群暴徒。”白欣怡忍不住担忧起来。徐婉婷的关注点就不一样了，她见江南烟在服侍沈一，立刻反应过来，暗骂一声贱人，然后迅速给沈一捏起肩膀。老公真的跟你说的一样，他们正在破门。江南烟看着手机，表情凝重道。视频中，一群男人手持各种武器，正在暴力攻击单元门。门已经被砸得开裂变形了，这群家伙发出如此巨大的噪音，好似也不怕引来怪物一样。江南烟注意到了这一点，不禁疑惑道：难道我们小区里没有变异的动物？还是说他们这些人有能力对付变异动物？我看他们就是单纯的疯了，一群疯子，肯定不知道怕。徐婉婷一边给沈一捏肩膀，冷哼一声：疯子又不是傻子，他们也怕死，否则他们早就直接自杀了，怎么还会浪费时间活着？为什么这么久了还没有救援啊？路上连一个警察都没有。白欣怡很恐惧，很害怕。沈一的目光看向白欣怡这个成熟女人，今天争取把她的奖励也解锁了。想到这里，沈一开口道：“我饿了，先吃饭。吃完饭我要出门一趟。”说着，他大手一挥，桌上便出现了5瓶矿泉水以及3只冒着热气、香喷喷的烤鸡。你们2个也吃吧。得到命令，徐婉婷和江南烟才敢吃。这是什么魔法吗？为什么江南烟和徐婉婷他们一点也不惊讶？白欣怡不敢开口问，只能默默站在旁边。可她的肚子却在咕噜咕噜的叫。尤其是现在闻到那鸡肉的香味，她感觉自己的肠胃在疯狂咆哮，催促着进食。但是白欣怡又不好意思开口索要食物，毕竟自己又不是沈毅的女人，甚至跟沈毅连朋友都不是。老公，你出去做什么？是去楼下解决那些暴徒吗？江南烟咽下口中的肉，关心问道：“不是，我为什么要去解决他们？他们又威胁不到我。”沈毅表情淡淡。江南烟也觉得有道理，自己等人在20楼，就算暴徒们冲进来，首先遭殃的也是楼下的住户。况且就算暴徒们来到20楼，老公也有枪能对付他们。那老公，你出门去做什么？会不会有危险啊？徐婉婷有点担心沈一出事，跟你没关系，吃饭的时候别这么多话。好吧。徐婉婷有点不开心，感觉老公对江南烟的态度比对自己好。然后她看了眼站在桌前假装不饿的白欣怡，心里又舒服了。这个假清高的贱人就应该挨饿，最好饿的她受不了，干了才好呢。吃饱喝足，沈一要出门了。我不在家的时候，记得锁好门，不要给任何人开门。如果那群暴徒闯进楼，第一时间联系我，我会赶回来。他们短时间破不开这防盗门的。沈一叮嘱道。目送着沈一离开，江南烟关心问道：“白欣怡，白老师，你在想什么？我父亲一个人在家，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白欣怡满眼委屈，泪光涌动，很是担忧。白老师，你想不想救伯父？外面的世界现在这么危险，白老师，你一个人肯定回不去。但是如果你愿意伺候我老公，当我老公的女人，那老公肯定不会不管你的家人。到时候有老公帮忙，你就能救伯父的。白欣怡脸色微红，抿了抿唇，想说拒绝的话，可转念想想，似乎也确实是这个道理。沈毅的体质很好，并且有枪，还有类似魔法的超能力。如果他真的愿意保护自己，那就有很大希望能回家救父亲。否则以自己的力量，别说回家了，就连楼下的那些暴徒都解决不了。而且白老师，你难道想一直不吃东西撑下去吗？也要跟了老公。刚才我们吃的肉喝的水，你以后都可以吃到啊。江南烟的声音仿佛是恶魔的低语，充满了诱惑。原本坚定的白欣怡也开始动摇了，她眼角下意识瞥向桌上那些被啃完的鸡骨头，忍不住咽了下口水。沈一下楼的时候，有不少人正在急匆匆的上楼，有的人还背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像是搬家。快走快走，要是那群暴徒闯进来，谁知道会不会抢我们的钱？恐怕不止抢钱，我看那些人手里的武器上面还沾着血迹，他们恐怕杀过人。什么？快，那我们快上楼，让楼上的邻居先收留一下我们。这栋楼里的住户们居然还没有丧失底线，人与人之间还保留着友善，想必是因为这栋楼里的住户不多，食物储备足够，所以才能够保持这样的情况。沈一刚准备继续去爬楼梯，然后忽然一顿，等等，既然我的瞬间移动可以无视地形，那是不是也可以直接穿楼下去呢？想到这里，沈一目光看向脚下的楼道，他整个身体瞬间消失在原地，一眨眼他就出现在了13楼的楼道里，还真的可以。擦，我真是个天才！沈一当即开始用瞬移赶路，速度一下就快了很多，短短几秒钟他就来到了1楼，这就是瞬间移动了，真爽！连续用了10几次瞬移，感觉体力消耗了至少1/5，也就是说以自己目前的体力，一天最少也能瞬移70次以上。70次瞬移遇到再厉害的怪物也能跑掉了吧？况且用完的体力也会慢慢恢复，所以实际上自己不是一天能瞬移70次，而是一口气能瞬移70次。沈一看了眼正在疯狂砸单元门的暴徒们，没有理会他，直接瞬移了出去。一眨眼，沈一就出现在了楼外，然后他掏出手机搜索了附近最近的一间超市，开始导航。
就这样，沈毅以直线的方式赶往自己导航的超市，途中遇到障碍物或者变异植物，就用顺意躲过去。仅仅花费了不到10分钟，他就来到了一间不大不小的中型超市门口。超市大门紧闭着，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但沈毅没有浪费时间去观察，直接就瞬移了进来。管他有没有人，先拿了物资再说，反正现在也没警察管。沈毅从系统空间取出一把满子弹的手枪，警惕地扫视第一层，没有看到人，也没有声音。确认安全后，他来到货架旁开始扫货。像包装比较好的各类方便面、辣条、面包、香肠等等零食，大部分都没有被污染。沈毅直接全部收入系统空间，还有洗发水、沐浴露等等也全部收进去，一路检查一路收，就连各种锅碗瓢盆、拖鞋和毛巾等等用具他也全部收。以目前的社会情况，这些都是不可再生资源了，以后会越用越少，所以多储备一些也是有必要的。可惜就是这个超市太小了，东西不算多，而且还有一部分的食物和饮料都被污染了。收了一圈，正准备离开的沈毅看到了目前最急需的东西——共享充电宝。没有犹豫，他将所有的共享充电宝全部收进系统空间。几十个充电宝足够用上一阵子了。正当沈毅装完东西准备离开的时候，背后突然传来重物砸过来的声音。沈毅反应极快，直接就用瞬间移动躲开了偷袭。沈毅放眼看去，偷袭他的是一个30几岁的男人。他双手握着一根棒球棍，正一脸惊恐地看着沈毅。怎么可能？你居然也有超能力？本来准备开枪打死男人的沈毅，听到这句话停顿了1秒。这人居然也知道超能力，那他会不会知道彩色果实？沈毅用枪指着男人冷声问道：“你还见过其他有超能力的人？”“见过，我见过，别杀我！”男人惊恐地咽了咽口水，点头如捣蒜。他是什么人？用的是什么异能？沈毅继续拷问，说不定能从其他异能者手上得到异能果实的消息。她是一个女警察。男人有些害怕地回答：“警察？你见过警察？”沈毅皱眉，这是末日后第一次听到警察的存在。按理说官方应该早就发动救援了，但直到现在连一个警察都没见过。见过，我前几天见过很多警察。男人连忙点头，然后解释道：“黑雾刚出现的第一天，隔壁有人打架报警了，当时就有警察过来处理。但那天报警的人很多，警察来了一会儿就又走了。之后的几天，我也经常听到街上有警笛声，甚至还有直升机的声音。我当时也好奇出去看了，那是2架警用直升机，上面还装着机枪。他们当时好像在打什么东西，但离得太远，我也没看清。真的，我没骗你。后来有一架直升机突然就在天上爆炸了，它的残骸就掉到了王府井百货大楼的附近。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过去看，我绝对没有骗你。”沈毅皱眉，这么说不是官方不救援，而是官方在第一时间就出动，然后被灭了。沈毅不由想到了前2天在学校看到过的巨鸟，如果是那只恐怖的怪鸟，好像还真能击落直升机。看来末日世界比自己想的还要凶险，以后还要再谨慎一些才行了。你刚才说的有超能力的女警，她现在在哪里？还活着吗？沈毅再次询问。这个我也不知道，她只是前天来我这里买了一些食物和水。男人说着，眼珠子贼溜溜的转动，似乎在向2楼方向看，在传达什么暗号。沈毅一边走近男人问道：“他的异能是什么？”“他能把手变成钢铁，力气非常大。”男人一边说，盯着一步一步靠近的沈毅，似乎在期待他的靠近。只是沈毅走了几步后，忽然就停了下来，看向男人道：“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见过彩色的果子？”“彩色果子？那是什么？我没见过。”男人眼神明显有些慌乱。明白了。沈毅下课直接扣动扳机，你也可以上路了。杀完男人，沈毅的身体瞬间消失在原地。大概10几分钟后，又一个男人从阴影里走了出来，他小心翼翼打量着1楼。走了。马德，这人是谁啊？居然有枪，不会也是警察吧？还是军队里的人？而且这个家伙居然也有异能，老大你死的不冤啊！正自言自语的说着，男人一转头，顿时惊恐的瞪大了眼睛，因为沈毅居然悄无声息的出现在了他背后。卧槽！男人下意识挥动拳头砸了过去，他的拳头竟然在出手那一刻变成了铁拳，这明显是异能，只是太慢。哐！沈毅扣动扳机，如此近距离，没有丝毫悬念，一枪爆。为了确保打死男人，沈毅又连开6枪，枪枪打。对付异能者必须慎重。刚才在1楼的时候就察觉到那个中年男人不对劲，果然不出所料，2楼的确有埋伏。看来如今异能者已经开始逐步增多，但是大多数人获得的异能都是鸡肋，比起热武器的杀伤力还远远不及。随即沈毅又换了把满子弹的枪，顺利到2楼开始检查房间。既然下了杀手，那就杀完不留后患。突然沈毅听到走廊尽头的房间内有声音传出，于是握着枪走过去。他小心谨慎推开了门，只是房间里的场景让沈毅眉头一皱，放下了枪。里面竟然有一具男性尸体，以及一个满身伤痕被狗链子拴着的中年少妇。少妇显然被折磨得很严重，气息都非常微弱。那2个家伙果然不是超市的老板。沈毅其实早有猜测，正常的商店老板在有充足食物的情况下，不可能一上来就对一个陌生人下杀手。普通人怎么可能说杀人就能杀人？只有杀过人的人或者做过恶事的人才会心狠手辣。这2个家伙应该是什么犯罪分子或者亡命徒之类的，没有底线。他们不仅弄死了真正的老板鸠占鹊巢，还霸占了老板娘。没想到自己恰好杀的是2个坏人。沈毅上前看了眼仍然昏死过去的老板，给他解开了锁链，留了一些零食和水面给他。虽然沈毅不是什么大善人，但人性中的一丝怜悯还是有的。至于能不能活下去，就看少妇的造化了。刚出超市，沈毅兜里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他接通后，那边传来江南烟的声音：“老公，那群暴徒闯进来，他们正在破其他住户的房门。”我知道了，还有事吗？有的，我已经说服了白老师，他现在愿意服侍老公了。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让白老师洗干净，在床上等你。江南烟语气灵动，似乎想被夸奖。我正在回家的路上，先让他洗吧，不用节省水洗干净点。好的，老公，你自己小心点。挂断电话，沈毅回想着白皙一奈的丰满身材，心中不禁一阵火热。太好了，又可以解锁新物资了。
再加上跟自己微信聊好即将会送上门的校花周尔，这回能一次性解锁2种物资爽了。看看白心怡和周尔能解锁什么物资吧。如果有异能果实或者其他热武器，那我就冒点风险出门收留女生。几个呼吸的时间，沈毅就来到了20楼，不需要敲门，直接瞬移进入房的。正在玩着手机的江南烟突然听到声音，下意识抬头看去，看到凭空出现的沈毅，他被吓了一跳，手机都差点脱手而出。老公，你怎么进来的？他一脸的震惊。与此同时，听到声音，卧室里的徐婉婷也小跑出来。老公，你回来了。刚才那是我新获得的超能力。沈毅点头向江南烟多解释了一句。江南烟办实事的态度他很满意，所以对江南烟态度也好一些。新获得的超能力？徐婉婷听得惊讶。超能力还能获得？以后有机会我也可以让你们获得异能。沈毅随口画下一张大饼，在末世中让后宫们也能有自保之力可以实行。只不过目前自己的实力还不够强，所以要优先提升我的实力为主。等自己足够强了，就可以让女人们也变强了。真的吗？我也能获得超能力？徐婉婷顿时一脸激动，江南烟也忍不住兴奋。如果自己也能有超能力，那岂不是不用怕外面的怪物了？我已经知道获得异能的方法了，普通人也能获得，不过比较难，所以需要点时间。一听到这话，徐婉婷和江南烟更是激动。太好了，普通人也能获得异能。那个老公，白老师他就在卧室。江南烟回过神，连忙说道：“这可是自己上位的好机会，绝不能放过。”做得不错，先给你记一功。沈毅点头走向卧室，听到被记功，江南烟激动地露出笑容，感觉自己距离获得异能更近了一步。一旁的徐婉婷见状暗骂一声贱人，然后立刻拿出手机开始联系自己之前好不容易联系上的闺蜜，绝对不能落后江南烟。另一头，沈毅走进卧室，看到了跪在床边脸色通红羞涩的白心怡，他笑着缓缓开口道：“过来帮我脱衣服。”而一向高傲的美女老师终究是放下了自尊，羞红着脸回复道：“好的，有，老公。”傲傲的长腿御姐怎么也没想到，末日里自己居然为了跟大火腿，甘愿和好闺蜜美女老师骑上阵，沦为男人的生育工具。与此同时，1楼也在发生着暴行。都快点砸门！老子记得这房子里有个新婚人妻，谁先砸开门，他归谁。众暴徒们听到新婚人妻几个字，让他们感觉浑身充满了戾气。此时，在被砸的房间内，一男一女一对夫妻正在瑟瑟发抖，男人紧紧握着菜刀，另一只手拿着手机不停地拨打报警电话，年轻女人则是害怕的在小区群里发消息求助。这对新婚夫妻只能绝望又害怕的看着那被砸得砰砰响的防盗门。最终煎熬了几个小时后，门锁被破坏，房门被破开，6、7个男人狞笑着走了进。丁检测到你成功收留了1名女神，开始随机解锁1种物资。丁解锁成功，恭喜你解锁物资5维级牛排。5维级牛排加1已存放于系统空间。5维级牛排加1已存放于系统空间。5维级牛排。沈毅拿出手机搜了一下相关消息，评价最高的牛排，根据地区不同，大约为每公斤1500元至6000元不等。5维级牛排的肉脂肪和肉的比例高，分布也更加平均，肉质柔软，哪怕只放盐煎出来也很好吃。1公斤几千块钱，真尼玛贵！我倒是想尝尝这几千块钱的牛排有多好吃。沈毅心中一动，从系统空间取出1块牛排，牛肉上面条纹清晰，肥瘦相间，而且非常新鲜。那个能不能让我喝瓶水？裹着被子红着脸的白心怡小声问道。沈毅看了一眼白心怡，随手从系统空间取出1瓶矿泉水放在床上。谢谢。白心怡连忙接过水喝了起来。等会儿出来吃饭。沈毅说着走出了卧室。老公，1楼有户人家的门被破开了，那些暴徒不仅玷污了那家的女人，还拍成了视频发在了群里。见到沈毅出来，江南烟连忙汇报情况。我看看。沈毅接过江南烟的手机，翻看着群里的聊天记录，随后点开了一条视频。视频内容是几个暴徒正在折磨一个年轻人，侮辱声、惨叫声、哀求声不堪入耳。在视频里还有一个被打的鼻青脸肿，然后被绑在椅子上被迫看着妻子被凌辱的年轻男人。群里的住户们看完视频义愤填膺，甚至有人怒骂这群暴徒没有人性，但暴徒们毫不在意，反而威胁起所有住户，让其余住户赶紧下楼，否则到时候破开了门，所有女人都是这个下场。直到暴徒用的账号被踢出群聊，群里才有人开始发消息。这群疯子简直疯了，一点底线都没有。警察呢？警察到底去哪里了？打不通，这几天报警电话我都打不通，怎么办？大家快想想办法，要是真被这群暴徒冲上来，我们就死定了。我有个建议，我们这栋楼每家每户可以出1个人，然后联合起来去对抗暴徒，人多力量大，谅那些匪徒也不敢和我们正面对抗，大家觉得怎么样？可是我家只有我1个人，而且我还是女人。女人怎么了？男女平等，每家每户必须出至少1个人，不然到时候暴徒闯进来，我们可会不保护你家。那我家也出1个男人。我家也是。既然大家都愿意出人，那我们就到18楼集合吧。记得多带上武器，棒球棍或者高尔夫球杆都可以，总之任何能当武器的东西都可以带。我们一整栋楼的住户，难道还能被区区6、7个人给欺负啊？必须镇住他们，必须干他们，让这群家伙知道咱们的厉害。你们谁会煎牛排？沈毅享受着2双细嫩手掌的按摩，忽然问道。我会煎牛排。忽然卧室方向传来轻柔的声音，是脸色微红、走路有点不对劲的白心怡。那就煎几块，我们吃晚饭。沈毅说着从系统空间取出了7、8块牛排。见白心怡走进厨房，徐婉婷也立刻跟了进去。不行，我也要学厨艺，要提升自己在老公心中的好感度。江南烟则是跪坐在沙发上替沈毅按摩着大腿。白心怡的厨艺也很不错，每一块牛排都煎得外焦里嫩，很到位，很香。这一顿晚饭，沈毅吃了足足5块牛排。吃饱喝足后，沈毅回复了周尔的消息。周尔终于下定决心要过来了，还说要带2个舍友一起。沈毅自然不拒绝。
女人来的越多越好，这样才能解锁更多物资。第二天早上，一群住户聚集在了18楼，20几个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男人，只有个别几个女性。他们个个手持高尔夫球杆、棒球棍和菜刀等各种武器。一时间，众人也有了底气。虽然暴徒们很凶残，但他们也就只有6、7个人，我们这边可是有着整整2倍于敌的人数，大家都不要怕，跟我走。于是众人在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老板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地下楼去找暴徒们谈判。毕竟如果可以，没人想拼命。但是很不幸，这群暴徒没什么底线，趁着谈判的功夫，他们突然发动袭击，猝不及防下，20几个人竟然被打得滚哭狼嚎，溃不成军。最后的战果就是住户一方被杀了3人，重伤2人，被俘虏2人，还有轻伤近10人，而暴徒们竟然一个都没死，甚至连个重伤的都没有，都只是受了一些轻伤。听着江南烟的汇报，沈一想想也是，这群穿西装打领带、常年坐办公室的人，哪里会是亡命之徒的对手？昨天暴徒们已经杀灭了他们的气势。请问谁家里有纱布或药品？我的腿好痛，昨晚被砍到的伤口一直断断续续的流血，求你们帮帮我吧。沈一点开群里图片，发现这个受伤的住户竟然还是个女人。对方发的照片里是大白腿很嫩，虽然因为被砍了一刀，她腿上已经被鲜血染了个大半，但还是能看出腿型很不错，就是不知道长相怎么样，能不能达到系统标准。见没人理会他的求助，沈一便用江南烟的账号在群里回了消息：我有药，需要药品私聊我，但要先发自己的全身照片，要5美元的。发照片？你要我的照片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这不明摆着的意思吗？等等，20楼的这个住户，你昨晚是不是没来集合？20楼昨晚确实没有出力，大家都记住2001的住户，这种自私的人不配得到大家的帮助。滚出去！都是你害死了我的男人，你还有什么资格在这个群里？混蛋，没有教养的垃圾，滚出这个群！你不配活着，你就应该死！你这个自私的垃圾，你就应该死全家！骂得好，这种自私的家伙就不应该留在群里。一时间，沈一这个没有出力的人成了全楼的公敌，仿佛就是因为他没去才造成这一切后果的。这些人就是这样，不敢面对强者，却敢霸凌弱者。只是我可不是你们以为的弱者。沈一直接用瞬移来到404房间，此时房间内一个穿着睡衣的中年女人正坐在沙发上，不停敲击着手机，在群里辱骂沈一。她发泄的极其投入，甚至没有察觉到沈一的到来，直到沈一故意发出声音，女人才看向他，顿时一脸惊恐。你是什么人？你怎么会出现在我家？沈一看了眼他的手机屏幕，确定就是他在喷自己。我承认你刚失去男人很痛苦，毕竟那是你唯一的依靠。但是沈一淡淡说，着手一抬，掌中就出现了一把手枪。中年女人看到这一幕，顿时满脸惊恐，凭空变出手枪，你是人是鬼？沈一丝毫不理会女人的震惊，继续说道：但是这跟老子有什么关系？你敢诅咒老子的家人，老子弄死你！沈一直接扣动扳机，一枪爆头。别以为老子好说话，惹老子生气了，顺着网线干你！杀完辱骂自己家人的人，沈一心情舒畅的又用瞬移回到了20楼。恰好这时候1506的住户也添加了他的好友。我手机就剩1的电量了，拍不了照片。你如果有药，能不能麻烦给我送过来？我家里有照片。沈一想了想，倒是可以走一趟，反正自己现在也没啥事。要是1506的住户符合系统标准，自己还能解锁个新物资，就算不符合也就费点力气的事，无伤大雅。想到这里，沈一直接使用瞬移，几秒钟就来到了1506。沈一来到门前，很礼貌的敲了敲门，要先看一眼1506住户的长相，如果不符合系统标准，自己直接掉头就走。等了一会儿，电子锁响了，声门被打开，一个很漂亮、腿很白、很直的女生出现在了沈一面前。只是现在那条好看的左腿几乎被染红了，哪怕用布条绑着也完全止不住血。也就在此时，系统触发，经检测到符合系统标准的女神开始扫描详细信息：姓名曲小小，年龄23岁，容貌91分，身材95分，内在100分，小网站经验丰富，无实战经验，总分96分。评价：收留后可解锁一项随机物资。这女人有点意思，系统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内在评价，但不管怎么说，她也算是符合系统标准。那个，你是2001的住户？曲小小谨慎地问道。你的腿又在流血了，先止血再说。沈一说着，直接一把将其抱起走进房间。曲小小懵了，这一瞬间她竟然忘了反抗，只因沈一的动作太过自然，就好像他们是情侣一样。但也只是一瞬，曲小小就反应了过来，立刻脸红的挣扎起来，嘴里不断拒绝道：你不要这样啊，我们才刚见面，而且我还受着伤呢，不可以色色。如果你真的想，至少等我伤好了。第一眼就感觉这个男人长得挺帅的，个头也高，蛮符合自己择偶标准。况且现在是末日，找个男人依靠其实也不错。但是刚见面就要做运动，我怎么也接受不了啊，起码也要先互相报个名字呀。沈一没有解释，而是将胡思乱想的曲小小放到沙发上，然后从系统空间取出之前在超市扫货时拿到的纱布和白酒，开始替他消毒包扎。曲小小疼的下意识死死抓住沈一的大腿，惨叫出了声。不过沈一的动作虽然粗鲁，但速度很快。消毒完毕，用纱布紧紧包扎住他的伤口，这才止住了血。好了，你现在好好休息，明天我再来帮你消毒，换一次纱布。沈一说完便准备离开。这女人受了这么重的伤，现在肯定没法解锁奖励，那就先养2天吧，反正也消耗不了多少物资。沈一留下了一只烧鸡，便直接使用瞬间移动离开了，没有提任何要求，也没有索要任何东西，因为沈一已经认定了曲小小就是他的东西。现在曲小小看到了自己的异能，如果之后他不愿意臣服，那就必须灭口。他难道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白马王子吗？而且这个男人帮完自己什么都没要，竟然直接就离开了，还以为自己必须要以身相许才能报答救命之恩了呢。这让曲小小心里反而有点失落。不过他说明天还会来帮我换药，那证明我们到时候还会见面的吧？曲小小不禁又期待了起来。离开曲小小家，沈一直奔1楼。
是时候解决这群暴徒了。他们的作用已经结束了。当沈毅出现在1楼的时候，就看到几名暴徒正在烤肉吃，他们烤的肉居然是从尸体身上割下来，难怪这群人没有饿死，反而力量充沛，连砸门的力气都有。什么人？王哥，这有个小白脸！突然，暴徒们发现了沈毅，立刻就有人拿起刀，恶狠狠地盯着他，眼里的凶狠像是野兽一般。沈毅，居然是你！这时，角落里满脸肿胀的背带裤走了出来，他一脸怨毒地看着沈毅。大哥，就是他。他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带着好几个女大学生的混蛋。背带裤立刻向纹身壮汉说道：“自己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一定要让沈毅全部受一点。”听到这话，纹身壮汉饶有兴趣地看向沈毅，眼神上下打量着他。老子当什么人呢？就这！壮汉呸了一句，接着恶狠狠道：“胡子打断他一条腿，逼问出他住在第几层，咱们接下来住他家里玩他的女人。”好。一个瘦小男人应了一声，提着菜刀走了过去。其他暴徒丝毫没把沈毅当回事，一个手无缚鸡的普通人罢了。他们昨晚砍死了好几个，但就在下一秒，一道震耳欲聋的枪声突然响起。只见瘦小男人的身体直愣愣倒了下去，额头上还有个血洞。沈毅没有停顿，举枪就对着其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暴徒连续开枪，砰砰砰的枪声不停的响彻1楼。打完一把枪的子弹，沈毅立刻就换另一把。马德，他怎么会有枪？跑，快跑啊！幸存的暴徒们此刻眼里只有恐。短短一个照面的时间，场上剩余反应慢的全部暴徒就都被乱枪打死。该死的，你这个王八蛋！你不是说他只是个学生吗？那他特娘的怎么会有枪？纹身壮汉第一时间躲进房间，正暴怒的向背带裤发泄怒火。背带裤早已经被吓懵了，躲在沙发后面瑟瑟发抖。沈毅居然特么的有枪，而且他开枪杀人居然毫不犹豫。他真的只是个普通大学生吗？背带裤害怕了，直接被吓尿了。怎么办？怎么办？自己已经得罪了沈毅，要是等其他人被杀完，自己肯定也要死。纹身壮汉紧紧握着武器，躲在沙发后面，紧张的额头都冒出了汗珠。我只有一次机会，只有趁对方进门没有防备时一击致命。至于背带裤，就是我的人肉盾牌。纹身壮汉屏住呼吸，死死盯着门口，可他却没有发现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背带裤看到凭空出现的沈毅，瞬间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的哆哆嗦嗦的指着他：“大哥，他进来了。”纹身壮汉一愣，下意识转头，可沈毅手中的枪却已经射出子弹，直接击中了他的后脑。饶命，大哥饶命啊！求求您放过我，放过我吧！我们可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啊！背带裤涕泪横流的跪在地上求饶，沈毅却是不紧不慢的从系统空间换了一把枪，然后一枪打死了他。走出房间，沈毅看到有个被自己打中4、5枪竟然还活着的匪，他已经挣扎着爬到了楼外。就在沈毅刚准备扣下扳机时，突然一道白色的粗壮线条射了过来，竟然直接粘住了暴徒的身体，然后将其一下吊上了半空。这什么东西？楼上居然有怪物！不行，必须搞清楚这是个什么东西，否则以后出门都危险。很快，沈毅又找了具尸体扔在楼外，同时他也立刻使用瞬移来到楼外，死死盯着楼门口。只见黑雾中，一个2、3米大小、浑身长满了黑毛、有着多条腿的巨大黑蜘蛛从楼上爬了下来。他嗷状吼气的嘴里喷出一条手臂粗细的白线，一下将尸体给粘住拖了上去。沈毅抓住这个机会，举枪瞄准变异黑蜘蛛就连射7、8枪。这个怪物必须消灭，否则以后出行都很危险。但是令他震惊的是，子弹射在黑蜘蛛身上竟然只是射进去了一点，没有对黑蜘蛛造成多少伤害，反而惹怒了他。变异黑蜘蛛直接抛下尸体，对着沈毅猛地张嘴，喷出一条粗壮的白色蛛丝。沈毅早有准备，直接就用瞬间移动来到20米外，躲开了黑蜘蛛的攻击，居然连手枪都打不死。此时黑蜘蛛又锁定了沈毅的位置，似乎因为刚才被手枪打疼了的原因，他记恨上了沈毅。数条毛腿快速移动，从楼上跳了下来，向着沈毅扑来。沈毅心底发毛，连忙使用瞬移把黑蜘蛛往远处移，但黑蜘蛛只是追了几十米距离，突然就停了下来。他那一堆黑漆漆的眼珠盯着沈毅，嘴里发出奇怪的声响，然后在原地转了个圈，又掉头回去了。这畜生怎么不追了？好不容易找个满意的庇护所，竟然又遇到这种东西。要是不解决这只黑蜘蛛，别说自己的女人，就连自己都有可能不小心中招。沈毅深深皱着眉想了一会儿，干脆先掏出手机联系周尔。如果周尔现在出门了，倒是可以去接他一趟，否则就算他侥幸活着走进小区，也会被这只黑蜘蛛杀死。你到哪里了？我们刚出校区，外面好危险啊，哥哥。你手机电量还剩多少？差不多是满的，我有充电宝。发一下你现在的位置。沈毅点进位置，看到了自己与周尔的距离800多米，倒是不算远。接着他继续跟着导航向周尔的方向靠近。不多时，沈毅就发现周尔的定位就在前面的便利店里一动不动。于是沈毅掏出枪，直接使用瞬移进了便利店。周尔。沈毅看向漆黑的便利店内部，尝试的叫了一声，也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有。要是死了，那自己真是白跑了一趟。沈毅，是你吗？沈毅哥哥。便利店最里面的房间传来声音，接着2道身影小心翼翼走了出来，其中最高挑的那个女人还穿着警服，手里拿着枪。沈毅立刻神情严肃地握紧手枪警惕，同时瞬移技能也蓄势待发。沈毅哥哥，真的是你，你居然真的来接我了，哇，好感动。但他却没有第一时间靠近沈毅，而是躲在女警身后，嘴上说着感动，身体却不相信沈毅。这位同志，你也是警察还是军人？漂亮女警看着沈毅，指着自己的枪口小心地问道：“不是。”那你的枪是哪里来的？捡的。好吧，那你能不能先把枪收起来？我没有敌意的。女警见沈毅不像坏人，便将自己的枪收了起来，表明自己的善意。
见状，沈毅也才放低枪口，但却没有关闭保险。哪怕对方是警察，他也没有半分放松。不过让沈毅没想到的是，这个女警竟然也符合系统标准。经检测到符合系统标准的女神开始扫描详细信息：姓名苏云，年龄27岁，容貌88分，身材94分，内在100分，纯洁无瑕，总分90分。评价：收留后可解锁一项随机物资。同志你好，我叫苏云，是市公安局的，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我叫沈毅。沈毅顿了下，接着看了眼门口方向，就这样走进来的，怎么了？听到这话，女警一愣，周尔甚至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沈毅哥哥，你就这样走进来了？怎么了？”沈毅哥哥，你运气可真好啊！外面可是有条会隐身的大蛇，它居然没有攻击你。会隐身的蛇？沈毅心中猛地一跳，现在连变异动物都有异能了。这人类还玩个毛啊！那个应该不是蛇，我看到它有4条腿，应该是壁虎。不过它的体型有1米多长，比一般的蛇都长，而且它的隐身也不算是隐身，只是单纯将自己的身体颜色变得和周围的环境颜色一样，再加上有黑雾的原因，不容易被发现。我救的几个幸存者都是被这只会变色的壁虎偷袭杀死的，所以我对它很了解。沈毅沉思，自己如果不是用瞬移进来，可能猝不及防之下还真会被它偷袭。难怪这2个女人害怕的躲在便利店的小屋里，根本就是因为处理不了这只壁虎。同志，如果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没有被攻击，那它可能已经离开了。你们或许也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尽快离开，免得它又掉头回来。这只壁虎非常狡猾的。苏云建议道：“再等等吧，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听到奇怪的声音了，它可能还在附近徘徊。”沈毅随口编了个谎话，毕竟自己可不能将异能就这么公然暴露给外人。苏云皱眉想了一会儿，说道：“要不这样，待会儿我先出去尝试引走它，然后你们再离开。”苏云姐姐，那你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周尔担心道：“我是警察，保护你们是应该的，而且我一定要杀了它，就算付出生命的代价，也绝对不能让他再去祸害无辜百姓了。”说着，他就开始检查枪里的子弹，准备行动。苏云姐姐，你真是个好警察。周尔感动地看着苏云，沈毅也有点意外，没想到这个女警的品性如此高尚。苏云说完便走向门口，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便利店的门，外面只有浓郁的黑雾和风声，看不到任何危险。苏云深吸了口气，谨慎观察着周围，竟没有发现壁虎的踪影。他接着走进了黑雾，并且脚下故意发出声音，试图引出壁虎。沈毅哥哥，我们要不要现在出去？周尔连忙问道。沈毅看了眼他，说道：“你继续去里面的房间躲着，等我叫你的时候再出来。”为什么？素云姐姐引走那是怪物，我们尽快离开不好吗？周尔着急道：“闭嘴！如果你不愿意听，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但别跟着我。”沈毅懒得废话，说完就走出了便利店。周尔被呵斥的不敢说话，直到沈毅离开，他才气鼓鼓的骂道：“可恶，这个臭直男！”狠狠地骂着发泄了几句。周尔最终还是老实的躲进了储物间，如果没有人保护他，根本不可能在这么凶险的世界里活下来。黑雾里，苏云双手举着枪，迈动大长腿慢慢走着，脚下故意发出声响，同时十分警惕地看着周围，连大气都不敢喘。他很清楚那只变异壁虎随时可能会偷袭自己。此时黑雾中，一双冰冷的树瞳正安静地盯着苏云。就在猎物靠近他只有2米左右的距离时，他动了。原本与周围融为一体的颜色，在动的一瞬间也暴露了出来。他的速度极快，哪怕这个距离猎物已经反应过来，也根本来不及做出有效反抗。更不要说苏云是背面对着他，根本没有能第一时间察觉。砰砰砰砰！忽然数道枪声在黑雾中响起，苏云吓了一跳，猛地转身。就见一只巨大的壁虎倒在了距离他只有几十厘米的地方，壁虎的身上有好几个子弹孔，正在往外流血，气息也极度衰弱。苏云没有犹豫，又对着壁虎的脑袋补了2枪，彻底击杀了这只变异壁虎。而后苏云看向从黑雾里走出来的持枪男人，眼里闪烁着感激之色。沈毅同志，谢谢你。就只是口头感谢？沈毅看着苏云问道。苏云一愣，不明白沈毅这话的意思。他难道是想要钱吗？沈毅看着一脸呆萌的苏云也是颇为无语，没想到这女警连这么明显的暗示都听不懂，难怪20几岁了还纯洁无瑕呢。我是说，你想不想以身相许，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对的。沈毅没撒谎，也没必要撒谎，自己以后不仅不会抛弃其他女人，而且以后还会收留更多女人，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想要解锁更多物资，想要在末日活下去，就必须这样做。变强才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我注定不会为了苏云抛弃一片森林。我就知道。苏云无奈地躺在沈毅怀中。不过如果你真的为了我而抛弃其他女人，我才会更看不起你呢。因为如果是那样，你可能也会为了其他女人而随便抛弃我。沈毅没说话，只是轻轻拍了拍苏云的肩膀。成熟女人的好处就是不需要解释那么多，很多道理她都懂。2人温存了一会儿，这才穿戴好衣服，准备回便利店接周尔。至于刚才使用瞬间移动的是沈毅，自然也给苏云解释。当得知人类还可以获得异能时，苏云眼睛都亮了。如果人人都能获得如此神奇的异能，那幸存下来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回到便利店，沈毅先是扫了一遍，可惜这就是个小便利店，东西本来就少，还被污染了，大部分能吃的不多。这又是你的另一个异能？苏云惊叹地看着沈毅，只见他挥手就能收走许多物资。沈毅应了一声，接着叫出了躲在储藏室里的周尔。太好了，沈毅哥哥，苏云姐姐，你们没事太好了。周尔拍着胸口，满脸的庆幸。走吧，沈毅淡淡道。接着他从系统空间里取出了2把装满子弹的枪，给了苏云，让他拿着自保。苏云的品性值得信任，甚至比徐婉婷和江南烟更值得信任。人和人的性格是有很大区别的。他居然还有枪！周尔看到沈毅凭空变出2把手枪，心里震惊的同时，眼珠子贼溜溜的转着。一定要拿下沈毅，让他喜欢上自己，爱上自己，这样自己才能在末日里舒服的活下去。苏云拿着2把崭新的54式手枪，心里也暖暖的。这是沈毅信任自己的表现。4人走出便利店，小心翼翼的前进着。
经历了会变色的壁虎偷袭，沈毅不得不多加几分小心。沈毅走着，默默地从系统空间取出一颗异能果实，塞进了嘴里。先获得新异能再说，说不定能对自己的武力值有所提升。果实入口，一股淡淡凉意传遍全身。沈毅立刻点开面板查看。宿主沈毅，年龄20，武力值30，已解锁物资：帅师傅矿泉水、新鲜出炉烧鸡、50-40手枪、5维级牛排。异能果实心灵感应，已获得异能肉身进化 LV1，瞬间移动 LV1，心灵感应 LV1。你可以通过心灵感知到自身周围20米内的一切敌意与善意，并且你可以在不用眼睛的情况下看到周身20米内的所有场景，且不受任何障碍物的阻碍。这就是心灵感应吗？果然神奇。沈毅在看完技能介绍的第一时间就直接亲身试验了起来。在心灵感应的状态下，他哪怕闭上眼，也能够清楚地看到周身20米内的一切环境，包括建筑物、各种植物等等，连黑雾都无法阻隔。这简直就是透视挂啊！并且在这种状态下，沈毅还能看到自己身旁的2个女人身上都有白色的气息流动。虽然没有任何文字解释，但沈毅却能在看到白色气息的瞬间就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白色代表着对自己的信任和忠诚，越白证明越忠诚。苏云身上就是无瑕白玉一般的白色，而周尔身上是淡淡的白色，其中还夹杂着近一半的灰色。灰色代表中立，就是不太信任的意思。这特么就是挂，而且心灵感应配合瞬间移动，简直堪称挂中挂。心灵感应可以加透视加精确锁定敌人的位置，然后瞬间移动可以直接快速接近敌人。这2个异能配合起来，能发挥出1+1大于2的效果，简直绝了。沈毅很兴奋，这异能来得太棒了，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有人或者怪物暗中偷袭自己了。除此外，如果身边的女人对自己产生敌意，也能第一时间察觉，不至于在床上被捅一刀。虽然自己目前能感应的距离只有20米，但也足够用了。况且系统空间里还有一堆的感知果实呢。如果吃果实可以提升异能等级，那我很快就能将心灵感应的等级拉满。接下来就是测试异能果实能不能升级。随即沈毅闭上眼，开启心灵感应带路，接着从空间取出异能果实，像是吃豆子一样一个一个塞进嘴里，感觉整个人都爽麻了。经你的心灵感应升级为 LV2，沈毅也不知道自己一口气磕了10几个异能果子，总之就是突然升级了。心灵感应的距离直接翻了1倍，40米。靠果子的数量果然能升级异能。得到这个答案，沈毅更是不吝啬异能果实，不停地往嘴里喂，体验着身体和升级的双重快感。反正1秒钟增加1个异能果实根本吃不完。当沈毅带着3女回到小区时，他已经磕到了5级。经你的心灵感应升级为 LV5，你可以通过心灵感知到自身周围250米内的一切敌意与善意，并且你可以在不用眼睛的情况下看到周身250米内的所有场景，且不受任何障碍物的阻碍。似乎因为一口气磕的太多了，沈毅感觉5脏6腑都凉飕飕的。马德看来要缓一缓再磕。如此想着，沈毅停下脚步，用心灵感应扫过前方的6号。弥漫在空气中的浓郁黑雾，在心灵感应的视角下完全被看透，毫无阻碍。沈毅很快就锁定了变异黑蜘蛛的位置，他在6号楼织了一张大网，像是住在了那里。在蛛网的周围还有数个被白色蛛丝缠绕成长条状的物体，从长条状的外形能看得出那是人类的尸体。怎么感觉这黑蜘蛛比我出门之前好像大了一些？是我用心灵感应看得太清楚的错觉吗？沈毅微微蹙眉。沈毅哥哥怎么了？周尔躲在苏云身后，小心翼翼地开口。周围满是诡异的黑雾，时不时还有动物的叫声，让2女都很紧张。没事，我们走吧。这次先不用瞬移进楼，试探下黑蜘蛛的攻击距离，方便以后做出应对。10几米的距离，只要不发出太大声响，黑蜘蛛应该听不到。走快点，不要发出太大声音。沈毅回头叮嘱了2女一句，要是谁作死引来变异黑蜘蛛，沈毅反正不怕，他能用瞬间移动直接跑路。但2女可就倒霉了，毕竟沈毅如今的瞬移最多就能带1个人。苏云2女重重点头，不敢有丝毫大意。就这样，3人平安无事的进到了楼内，并没有引起黑蜘蛛的注意。沈毅也得到了答案，变异黑蜘蛛在蛛网位置的时候不会攻击进出楼的人，前提是不要发出太大声音。但是当走进楼内，看到满地鲜血还有几具尸体时，苏云被吓得第一时间举枪警惕，并且直接打开了保险。沈毅这里发生过冲突，这些尸体身上都是枪伤，墙壁上也留下了很多弹孔，至少有3位以上的枪手开过枪。苏云以丰富的刑侦经验做出判断。周尔听到这话后害怕的抱紧胳膊，紧紧跟在苏云身后。不用理会，我们上楼。沈毅面色平静，走向楼梯方向。苏云一愣，眼神略微变化，他从沈毅的态度中隐约察觉到了什么。6楼那些人是你杀的？爬楼梯的时候，苏云还是没忍住问出了这个问题。是。得到答案，苏云沉默。明明感觉沈毅不是嗜杀之人，但刚才那血腥的场景，苏云抿着唇，此刻的心情极其复杂。而听到沈毅毫不犹豫地承认杀人，周尔被吓得身体一颤，看向沈毅的眼神都变了，多了一丝害怕和敬畏。从1楼那血腥的场景来看，沈毅居然一个人杀死了好几个人，而且一点伤都没受，甚至看到死人都面不改色，这是什么心理素质啊？他真的只是一个大学生了。刚到20楼，沈毅眉头一皱，因为他看到自家门前出现了2个鬼鬼祟祟的男人，而且这2人身上的气息多为黑色，带着敌意。2人的视线第一时间就被穿着警服的苏云吸引了，顿时脸色惊喜，立刻凑了过来。警察，终于有警察来救我们了！警官，我要报警，楼下有杀人犯。警官，你快去处理啊！快去逮捕那些暴徒！2个男人激动地向苏云控诉。暴徒？怎么回事？苏云疑惑地问了句。就是1楼那些吃人肉的暴徒。警官，你上来的时候没有遇到他们吗？他们简直就是禽兽不如。2人立刻诉说起那群暴徒的恶行。奸淫掳掠、杀人绑架、吃人肉，简直就是恶魔。周尔听得脸色直发白，苏云更是表情凝重。没想到这才末日不到10天，竟然就有这种暴徒。随即他突然反应了过来，下意识看向沈毅。原来
这就是沈毅杀那些人的原因吗？果然沈毅他不是那种没有底线、肆意乱杀的恶人。说完了吗？说完了就滚，别挡在我家门口。沈毅警告的看了眼两个男人，你凭什么让我们滚？我们也需要警察的救援，不能让你一个人独占救援资源。这位警察应该为我们所有人服务，你没资格这么霸道。西装男一点也不怕沈毅怒斥道：楼下的暴徒已经全部被消灭了，你们现在已经安全了。还有，我不是来为你们服务的，消灭暴徒的人也不是我。你们现在立刻离开这里。苏云语气冷漠，对眼镜男的态度一下就变了。且不说自己应不应该为所有人服务，就单单这男人对沈毅的态度就让我很不爽。你身为警察怎么能说这种话？你和他难道是男女朋友？好啊，身为警察你居然不救我们普通百姓，而是保护自己的男人，你怎么对得起你身上穿的这身衣服？通过苏云的态度，西装男好像察觉到了他和沈毅之间的关系，立刻就怒火中烧，站在道德制高点谴责了起来。是啊，警官，你不能不管我们，我们都是纳税人，你的工资可都是我们纳税人出钱发的，你怎么能遇到事就抛弃我们普通民众？你应该保护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安全负责，更应该为我们提供食物和水，这是你们警察的职责。闻言，苏云的脸色一下就冷了下来。经历了这段时间，他的性格早就有了变化。从末日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一直在救助遇难的民众。这几天下来，他已经救了不下100人，但他自己每天吃不饱也没有水喝。越想苏云就越难受，他不想再管什么狗屁责任了，更不想因为一句责任就牺牲自己。他牺牲的已经够多了。基于这一切，苏云听到两个男人道德绑架自己的话后，直接就举起枪对准他们的脑袋，冷冷呵斥道：闭嘴！你们说的没错，我和他就是男女朋友，他就是我的男人，我就是要保护他。怎么了？还纳税人的钱，老娘凭自己的本事赚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们再敢多说一句，别怪老娘开枪！苏云可不是单纯的小白花，气场全开之下，竟是吓得两个男人浑身发抖。直到被枪指着脑袋，他们才明白眼前这个女警不是末日前任劳任怨的小警察了。如果再敢顶嘴，对方可能真的会开枪。我知道了，我们现在就走。西装男说着，连忙拉着身旁的男人离开。在沈毅的眼中，那两个男人身上的气息明显更加黑了几分。他们虽然害怕的逃走了，但心里怨恨的种子已经种下了。苏云冷哼一声，没有跟他们计较。虽然很不爽，但基本的道德观念还是让他不会随便杀人。他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周尔暗暗打量着苏云和沈毅，两人不是才认识几个小时吗？怎么就成男女朋友了？而且沈毅不是来找自己的吗？怎么会和女警姐姐搞到一起？莫名的周尔心里有些不舒服，就像是被绿了一样。这时候沈毅也敲开了门，开门的是徐婉婷。老公，你回来了。老公。听到这个称呼，苏云一愣，脸色顿时不自在起来。刚才信誓旦旦地说沈毅是自己的男人，结果转头就有个漂亮女人叫沈毅老公，这也太尴尬了。虽然早就知道沈毅有其他女人，也做好了见面的准备，但真正见面了还是很尴尬，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绿了谁。徐婉婷可不在乎门外3个女人的想法，而是当场识趣的跪在沈毅脚边，要服侍沈毅换血。温柔大方、贤妻良母体现的淋漓尽致。反正就算吃醋也没用，所以就尽量展现自己的贤惠，而不是去和新来的女人吵架，那样反而落了下风。徐婉婷这样做确实很有效果，她的大方令苏云更是不好意思。周尔也感到不好意思，你们先进去吧，我去处理点事。沈毅说了句，转身又顺一下楼，他要去处理那两个家伙。感激于自己家，还敢对自己抱有浓烈敌意，那必然是不可能放过的。各位妹妹请进吧，不用太拘束，就当自己家。见沈毅离开，徐婉婷仍然落落大方的邀请3女进屋。谢谢。苏云两女虽然有些尴尬，但还是走进了房间。刚进来，他们就看到沙发上还坐着2个漂亮的女人，正在吃着水果玩着手机。他们这副模样哪里像是在经历末日？两位先去洗个澡吧，老公他比较喜欢干净。江南烟打量了他们一会儿，开口道。听到老公的称呼，周尔心中一震，这个漂亮美女竟然也是沈毅的女人，那另一个坐在沙发上的成熟女人会不会也是？也就是说，这个房间里都是沈毅的女人，他竟然有这么多女人，而且居然还能把3个女人养得这么好。说实话，除了震惊外，周尔发现自己更多的居然是羡慕。好羡慕这不愁吃不愁喝，还能洗得干干净净的生活。洗澡那得需要多少水？苏云忍不住皱眉，这也太浪费水了。哪怕沈毅有意能出去找物资，也很危险，能省还是要省。没事，卫生间里有很多矿泉水，你们去洗就行了。不过我再跟老公说一声就是。江南烟淡淡道，作为新来者，自己当然要拿出一些大方气势，可不能被后来的这些女人站到自己上面，更不能被轻视。用矿泉水洗澡？苏云两女顿时满脸不可置信，这也太浪费了吧！就算有再多矿泉水，也顶不住这样浪费啊！现在水资源那么珍贵，喝都不够喝。谁舍得用来洗澡啊？直到两女走进卫生间，看到卫生间里摆得满满当当的矿泉水后呆住。好多，沈毅这是把哪家大型超市里的矿泉水给搬空了？难怪那个女人让我们用矿泉水洗澡，这么多矿泉水，根本不怕短时间用完。这些矿泉水应该可以喝吧？苏云小心翼翼地说着，周尔却早就打开一瓶水，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另一边，沈毅用瞬移追上2个男人，没有废话，直接开枪打死。心念通达后，他这才用瞬移回到头。老公，江南烟和白欣一看到突然出现的沈毅，被吓了一跳，但很快就转变为高兴。徐婉婷也是连忙从厨房出来迎接。沈毅目光扫过3女，见他们身上的气息都很白，便满意的点了点头，都没有1星就好。随后沈毅坐在沙发上，掏出手机，打开高德地图，搜索自己老家。现在有了心灵感应异能，不用怕黑雾里隐藏的危险，可以回家接小妹和奶奶了。小妹的手机可能没电了，已经好几天联系不上了。73公里倒也不算远，但需要先找辆车加满油。沈毅看着导航显示的距离，做着计划。这次出门顺便还可以搜寻一下异能果实。老公，
你要出远门吗？江南烟看到沈一手机上的导航，好奇问道。没错，沈一淡淡回答。老公，现在路面上的情况，普通轿车应该走不了，至少也要马力很大的越野车才行。江南烟分析道。你有什么想法？沈一看向江南烟。是这样的，老公，我有个朋友是玩改装车的，他在我们这个小区里也有套房子，还有几辆改装过的车都停在车库里，我们可以开他的车出门。沈一他继续问道。你现在能联系上你的朋友吗？江南烟摇头。联系不上，可能他手机没电了，也可能他已经……不过没事，我知道他家在几号楼，我们直接过去拿了钥匙，开车就行。那行，本想看看江南烟的这个朋友漂不漂亮，看看能不能顺便解锁个物资。不过既然联系不上，那还是先取车回家最重要。只要有车，70几公里一个来回也就几个小时罢了。等到把奶奶和小妹接过来，到时候可以找个安全点的地方建个庇护所。而且建立了庇护所的话，也更方便寻找美女，解锁更多的系统物资。沈一刚想到这里，两个换洗干净、穿着睡衣的女人走了出来。沈一打量了几眼，不禁点头，不愧是系统严选，颜值和身材都很出彩。这要是搁在末日以前，不论是周尔还是苏云，放在外面都是女神级别的美女。不过现在都是帮我解锁物资的重点锻炼对象。欣赏片刻后，沈一说道：“先吃饭吧，今天在外面跑了几个小时，已经有点饿了。”随即他数龟，从系统空间取出10块牛排和几桶泡面。现在女人多了一顿饭，消耗的物资也多。当然了，对我来说依旧是9牛1毛。是牛排和泡面，竟然这么丰富。看着桌上散发着香味的吃食，苏云和周尔两个新来的女人都不停地吞咽着口水。沈毅居然这么大方的拿出这么多新鲜食物，这难道是特意给自己等人接风的吗？但是看其他人的表情，怎么一点也不激动？这可都是肉啊！吃完午餐，沈毅带着江南烟出门。江南烟看着眼前的高楼说道：“老公，我朋友他家在15楼。”沈毅当即开启心灵感应，扫视了一遍整栋楼，排除可能隐藏的危险。这时，沈一忽然挑眉，在一层一层的扫视中，他意外发现这栋楼的18楼不太对劲。18楼居然亮着灯，也就是说18楼的这户人家里居然有电、发电机，还是什么其他发电装置。而且18楼的玻璃从外面往里看什么都看不清，似乎是特意换过隐私玻璃，并且它的外墙也用特殊材质加固过，看起来就像是一座钢铁壁垒，大概率可能是什么末日爱好者打造的末日庇护所，恰好用上了。沈一并没有太过惊讶，自己以前也幻想过打造一座末日安全屋，只可惜这是有钱人才能玩得起的东西，自己也就想想。不过现在就有一座现成的安全屋摆在自己眼前，有电，隐私性强，防御性高，很完美的房子，我喜欢，马上就是我的了。很快，沈一就用瞬移带着江南烟进入了楼内。与此同时，18楼中一道高挑、充满魅惑的身影正死死盯着沈一消失的地方。空间系异能者，这个时间居然有空间异能者出现在我的楼外，这怎么可能？我记得上一世我们小区根本没有出现过异能者，我遇到最快获得异能的人也是半个多月后才出现的。难道因为我的重生导致周围发生了某些蝴蝶效应？慕容雪已经发现自己被沈一偷窥了。因为他获得的异能能够看穿黑雾，以及精神力上得到了极大增幅。希望他不要来我家，我可不想和一个空间系异能者对上，哪怕是刚获得空间异能的家伙也很难缠。不过你如果真的敢来，我也不会怕你。慕容雪坐在沙发上，眸中猩红之色褪去，她玉手轻轻抚摸着怀中白狐的脑袋，轻声道：“小白，你也要做好准备，要是那人敢进来，就让他知道你的厉害。”离他房间里居然储备了这么多米内油，还有各种水果罐头、饮料、红酒，不错，都是我的了。啧，不愧是重度末日爱好者，这房子改造的好啊！身处15楼的房间内，趁着江南烟去找车钥匙，沈一正用心灵感应观察着18楼房间里的一切布置。不得不说，这女人绝对是个专业的末日爱好者。就她改造的这套房子，加上各种食物储备，足以安稳的在末日度过大半年乃至更长时间。而此时系统也如沈一所料的被触发，经检测到符合系统标准的女神开始扫描详细信息：姓名慕容雪，年龄28岁，容貌98分，身材97分，内在100分，纯洁无瑕，总分98分。评价收留后可解锁一项随机物资。果然符合系统标准，倒是并不意外，因为这个女人真的很漂亮，身材也是顶级，气质更是不俗。今天运气真好啊！出门一趟找到了一套顶级避难所不说，还附带一个能解锁奖励的大美女，尼玛这也太爽了！拿下，必须拿下！老公，车钥匙找到了。这时候江南烟从卧室走了出来，那就回家吧。沈一收回心灵感应，今天时候不早了，不急着去找这个女人，先回家把周尔的奖励